这位小女孩在5岁时被确诊患有自闭症，医生断言称，她在3岁前都未曾开口说话，可能一生都无法言语。一次意外的机遇，房东与他父亲发生了激烈争执，喧闹声与刺目阳光交织，无人预料到，女孩竟然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句话，也无人能预见，她能流利背诵韩国刑法典关于特殊伤害罪的条文。在2000年，小雨在5岁时接受了自闭症的诊断，这一冷冰冰的事实沉重地压在了父亲的心上，他不曾说话，对情感显得无动于衷，即便看到父亲受伤流泪，也无法感同身受。小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对于他而言，父亲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存在。他人生中的首次开口，竟是背诵刑法，法律成了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他具有过目不忘的天才记忆力，对感情显得冷漠。他总是以绝对客观和公正的态度面对一切，患有严重的强迫症。这些先天的特质与法律的严格规范不谋而合。几年后，小雨成为了韩国首位天才自闭症律师。今天是他开始新工作的日子，父亲在他出门前嘱咐了千万遍。然而，他的职业生涯开局似乎并不顺利，旋转门成了他职业道路上的第一个挑战。小雨显得手足无措，他一次又一次失败，但他也不断尝试，每次都被旋转门无情地推了出去。就在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旁边响起：俊浩，他是个治愈系的阳光男孩，并且是律所中的人气之星。在这位男主的引领下，小雨顺利地加入了新的公司。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些天使般的同事们。上司是戴着眼镜的大哥，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士。还有同事秀妍，他是法学院的同学，表面上看似不友好，实则关心他人如母亲一般。明宇，他总是力求上进，并且每天都要与秀妍较量一番。女主报道的方式颇具一格，她的眼神避闪，身体语言极为丰富。当眼镜哥看到履历上的自闭症字样时，他的表情立刻变得复杂，决定向老板汇报请示。律师行业确实需要良好的社交能力和辩论技巧，需要与委托人对接，需要在法庭上辩论，还需要沟通解决方案。即便是自我介绍也讲得支支吾吾，对于这个职业来说确实有些不适合。老板耐心地做出了解释，说明女主是首尔大学法学院的尖子生，律师考试成绩高达1500分。为了证实女主有资格加入公司，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用一起公益案件来测试她的基本沟通能力。被告是一位73岁的老妇人，她常年照顾着患有轻度失智的丈夫。在案发当天，老先生正因头痛难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老太太因为与快递员多聊了几句话，老先生突然变得攻击性十足，大声斥责妻子见男人就勾引，称她为天生的荡妇。老先生的言辞愈发离谱，用尖酸刻薄的话语辱骂妻子长达50余年。这次老太太终于忍无可忍，她拿起桌上的熨斗朝丈夫头上砸去，而这一切导致了意外的发生。老公突然倒下不省人事，医院检查后发现他脑溢血得住院整整3个月。老伴因为涉嫌企图杀人被告上法庭，考虑到他已经70多岁了，检察官没有要求逮捕他。那位戴眼镜的先生提了个建议，考虑到老人家的高龄，应该主动争取能缓刑。律师的第一步是要见见那位老人，熟人再次相会。那位老太正是当年照顾女主的那位慈祥房东太太。22年前的事，房东怀疑他老婆跟女主的爸爸有染，两人吵架的时候，女主说出了她一生中的第一句话。谁能想到呢？当年随口一说的事，竟然真的发生了。老太太听了激动极了，女主挣扎着的小手显得有些无力。经过一番沟通，女主说出了自己的主意。这宗案子可以主张被告是无辜的。戴眼镜的那位对结果不太满意，检方不逮捕是有迹可循的，大概默认会给老太太缓刑。只要在法庭上表现得深刻反省，这案子基本上就是稳赢。如果坚持要求无罪，检方肯定会加重罪名。但女主觉得这案子挺有意思的。简单说，关键在于民法，不是刑法。老两口靠老头一人的收入过日子，房产都写的是老头的名字，收入全靠房租和退休金。如果老太太的企图杀人罪成立，老先生如果去世，老太太就没收入了。这案子可以换个角度想，把企图杀人争取判个伤害罪，还能缓刑。女主的逻辑让戴眼镜的那位有点发愣。在律师行业打拼多年，一直只关心能否赢得案子，真正为被告着想，多久没这么做过了呢？是不是忘了当初成为律师的初衷？就从这一刻开始，戴眼镜的他认同了女主，从此以后，他成了女主的铁杆支持者。在这边，自动门成了难题。贴心的男主提了个小妙招，想象自动门就像跳华尔兹，女主找到了节奏。那个自动门不再难缠，就变成了纸老虎。老头对每个看上他老婆的男人都记得清清楚楚，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根本不成立。女主只得先退出，老头的线索走不通，只能从老太太这边着手。老太太在警察笔录时说，当时确实是气糊涂了，想要杀了他。当事人的犯罪动机直接影响案件性质，是真想杀人，还是只是想教训一下而已？这将决定是企图杀人，还是过失伤害。老太太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事实很明显，担心丈夫睡眠的妻子，怎能真的有杀心呢？
开庭前夕，戴眼镜的他提议用国民参与审判，打情感牌增加胜算，这是最有可能成功的策略。法庭上，女主第一次走进法院，庄严的法庭，代表正义的徽章，执法的法官，公正的陪审团。女主感觉到一种让人紧张的气氛，她甚至没理会法官叫她的名字。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她克服了恐惧，看着女儿在舞台上自信的表演。坐在观众席上的爸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很快，双方展开了第一轮较量，记录清楚地显示了她有动机杀丈夫，目标是致命的头部。检察官的质问凌厉逼人，一件接一件确凿的证据被拿出来。老奶奶很快应对不过来，在庭上承认了错误。第一轮辩论，女主败下阵来。第二轮，女主唯一翻盘的机会是说服老先生，只有她在法庭上为妻子辩护，陪审团才可能站在她这边。但老先生显然不想求情，眼镜哥突然有了主意，女主得找办法激怒老先生。只要老先生在法庭上爆发，陪审团就能看清楚老头的本性。如果老头动手的话，效果肯定加倍。结果显示，女主根本不需要刻意激怒，只要靠近老先生2米范围内，她的怒气就会自动升级。审判不得不暂停30分钟，局面完全倒向了女主这边。女主正准备宣布胜利，但突然出现了逆转。老先生因为过度激动，被送到医院后就去世了，死因很可能是之前的头部攻击。检方请求暂停审判，并决定从未遂杀人改为故意杀人。在葬礼上，女主深感自责，她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处理这个案子，老先生可能还会活着。如果她没争取无罪，老奶奶也不会孤独一人。自闭症患者第一次尝试理解世界，看着老奶奶那悲伤的背影，女主不禁泪眼婆娑。她颤抖着伸出手，但最终还是停在了空中。这时，女主决定重新梳理案件的信息。旁边的男主突然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没发现那个熨斗很像金鱼吗？男主是第一个跟女主聊金鱼的人，看着女主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星星。就是这句话让女主突然灵光一闪，熨斗后面藏着的是医疗记录。原来是这样，大家都只注意到了熨斗，但这个案子可能只是个意外。再次交锋，小雨直接向医生提问。老头5年前就频繁头痛，妻子的证词显示，事发时他抱怨头疼的厉害，警方的证词却指出，医生断言是外伤导致的硬脑膜下出血，但老人的头部并无伤痕或骨折，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证词里有描述错误，这实际上是自发性硬脑膜下出血。事发那天，老太太其实没碰到他的头，也就是被告没有杀人。关键时刻，眼镜哥出示了3个医学专家的诊断报告，完美支持女主的推断。第3轮，女主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她不仅扮演了律师，甚至连侦探的工作也做了。女主出色地完成了她的首个案件。面对老太太的感激拥抱，女主本能的有点抗拒。最后，她做出了一个空中拥抱的姿势，这份演技细腻的令人称赞。翌日，老爸看着电视里的结婚典礼，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咱家什么时候能看你穿婚纱啊？”女主有点木讷，没察觉到老爸的言外之意。她还在不自觉地讲解小金鱼的知识，突然停了下来，发现父亲竟成了她的忠实听众。海洋那么辽阔，深不可测，足以守护住金鱼的每一个秘密。今天，律所迎来了个大客户，老板亲自出马接待。案子是这样的，在婚礼上，新娘在紧张地整理着裙摆，然后突然看到了某个东西，接着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婚纱突然掉到了腰间，在闪光灯下，尴尬的一幕展现了出来。更令人惊讶的是，新娘背上露出了观音纹身。这案子难度5星级，委托人是当地商会的大佬，旗下资产丰厚，亲家是全国排名前列的大建筑公司董事。婚礼请了2家的显贵亲朋，本想办一场轰动的面子婚礼，结果却出了这么个大洋相。最初是委托给了对手泰山律师所，但商会主席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了，他要索赔精神损失费10亿，要求这么高的精神损失费很难办。泰山那边说这么大的赔偿不可能，商会主席一气之下找上了我们，压力全落在了眼镜哥身上。这案子还有个特别之处，办婚礼的是亲家的酒店，商会主席想告酒店，也就是直接和亲家决裂。如果能打赢商会主席，就等于赢得了一个有潜力的客户。老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委托。压力又回到了眼镜哥身上，损害赔偿分3种，积极的、消极的，还有精神损失。原告花了2亿3千万办婚礼，这是积极损失，这笔钱可以追回来。如果要重新办婚礼，酒店还得负责这2亿3千万的消极损失，总共算下来差不多5亿，怎么也凑不齐10亿。目前案件的唯一突破口就是那个精神损失费，在普通案件里，即便是关乎生命的精神损害赔偿，顶多也就1亿，一开口竟要5亿，看来对方确实有点过分了。眼镜男迅速出谋划策，首先得搜集到证明餐厅有责任的证据，要不然都是空谈。团队分头行动，女主角和明宇去拜访新人，男主角和秀妍扮成情侣，悄悄调查酒店、新娘的家。婚礼过后，新娘总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其实这场婚姻是政治联姻，新郎的爷爷非常中意新娘，2家都是显赫人家，认为合作总比单打独斗好。双方家长很快就敲定了婚事，一切婚约都已定下。
在这整个过程中，新人俩完全没什么感觉。现在，新郎的爷爷对新娘很失望，坚持基督徒家庭不接受佛教徒。男方提出了退婚。根据女方的说法，发现婚纱那天早晨变宽松了。服务员解释说，不少女孩结婚前都会节食减肥，婚纱宽松很正常。但新娘断言她一点都没瘦。忽然，一直沉默的女主角问了个关键问题：新娘的房间里到处是照片，自己的照片、朋友的合影，却唯独没有新郎的。其次，新娘有戴首饰的习惯，但婚戒却被放在梳妆台上。总结一下，你真的爱他吗？新娘无言以对，她的表情透露着隐藏的苦楚。在这边，新郎也觉得自己被冤枉过头了，婚礼变成了朋友圈的笑料。岳父坚持不懈，硬是要闹到法庭上去，实在弄不懂他在想些什么。本来婚事就是长辈们的意思，爷爷坚决主张退婚，自己不亏就行。在离开之前，明宇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溃了，将结婚当儿戏，太荒唐了。这一边，秀妍终于找到机会和男主单独相处，一想到就心跳加速。紧接着，某个部位开始鼓胀起来。作为坚强的女孩，要时刻保持优雅，勉强保持镇定，在男神面前出了个大洋相。几分钟后，女主及时赶到了现场，但金鱼的审美果然与众不同，社交尴尬只有一次或无数次。没办法了，准新娘的位置只能让给鱼了。在这边，女主特意要求和新娘一样的露肩婚纱，谁能比得过一条可爱的鱼呢？老板马上就安排了。试穿结束，眼神呆萌，笑容甜美无害，完美贴身，而且很符合气质。同时，秀妍在厕所偶然找到关键线索，原来负责露肩婚纱的员工小美1个月前被解雇了，这件事里面肯定有问题。男主立马注意到在厕所抱怨的服务员，经过了解，小美1个月前突然辞职，即使告诉了男主联系方式，也对案子没什么帮助。几天前，小美突然出国了，卧底任务完全失败。开庭前，秀妍尝试说服新娘的心理医生来作证，但心理医生坚持保护病人隐私，拒绝了她的请求。在开庭当天，尽管没能联系上小美，抱怨的服务员还是作为证人出席了。抱怨的服务员提到，婚礼当天新娘的婚纱不小心被撕坏了，与此有关的员工小美因此被酒店开除。那一天，随着婚期临近，负责人决定用一个号码偏大的同款婚纱作为替代。综合这些情况，被告酒店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本来以为有了证人，这场64官司应该能一锤定音，结果却低估了对方律师的能力。被告律师提出，新娘曾在网上说过不想结婚，那些字句透露出退婚的快感。如果我装疯就能避免婚姻了。原告坚称新娘因退婚受到创伤，这完全是假证。如果新娘对退婚感到满意，那么所谓的精神损失赔偿就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一招从根本上动摇了女主方的立场，他们费了好大劲，就为了证明新娘婚后受到的精神创伤。法庭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当事人向律师隐瞒了真相，连自己的律师都欺骗，在法官那里已经败下阵来。第一轮辩论，女主输了，今晚看起来要真心话大冒险了。新娘开始解释，为啥非得嫁个自己不爱的也不爱自己的男人？我本可以逃跑，可逃能逃多久呢？新娘突然说出是父亲逼的要结婚，只是因为对方祖父的承诺，结婚就能得到价值332亿的土地，还没结婚呢，父亲就已经把生意盘算好了。突然间，女主的眼睛亮了，礼物，这是个突破口。损害分为积极、消极和精神3种，还有一般和特殊2类。在这案子里，婚礼费是常见损害，土地赠与则是特殊损害。要不是婚纱的事，这块值钱的地早就是原告的了。别再纠结精神损失了，直接看特殊损害。这边当听说能得332亿赔偿，原告父亲立刻态度大变，笑得合不拢嘴。面对巨款，所谓的尊严、女儿名声受损、女儿的幸福，这些都没那么重要了。当然了，一件婚纱赔332亿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拿这个当筹码谈判，至少能拿到33.2亿，大家都挺满意这结果。除了那个得不到幸福的新娘，第二场酒店老板证明实现承诺的332亿豪华婚礼大礼。话音刚落，此案无需多疑，原告的父亲与那笔巨款仅一步之遥，原本不该有变故，但意外似乎要来了。原以为稳操胜券的鸭子飞了，父亲气得差点翻白眼。回想起来，一切都始于那天婚礼上的那一眼远望。作为父亲，原告对女儿一无所知，女儿信仰佛教，女儿爱上了同性，女儿的喜好，父亲全然不知。我的婚姻我做主，寻求心理医生不是因为心理创伤，而是因为那份被世俗偏见所排斥的爱。就在那一刻，新娘勇敢地牵起新郎的手，最终她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在那奇妙的一天后，对独立有了深刻的理解。如果哪天我要结婚，我会和父亲一起步入仪式现场，而不是被他牵引，因为我是个独立成年人了。于是我把捧花送给了父亲，希望他也能找到属于他的幸福。小金鱼又接到了新的委托，委托人是制药公司的会长，会长有2个儿子，阿文和小胖。阿文性格温和，考入首尔大学医学院，小胖患有重度自闭症，心智年龄仅6岁，无法自理。兄弟情深，阿文从不嫌弃弟弟，小胖也总依赖哥哥照顾。
但那天晚上情况却出乎意料，会长和夫人亲眼看到小胖失控大发雷霆，小胖激烈的打着阿文，阿文伤重不治，去世了。经过法医检查，阿文的血液里酒精含量很高，脖子上有细微的划痕，死因是胸腔大量出血，因为肋骨断了22根。考虑到会长案发时的自述，至少11个伤口和小胖有关，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不言而喻。很少有自闭症患者具备特殊潜力，比例不超过10%。多数患者表现出认知障碍，小胖就是这种情况。小胖连基本的交流都很困难，一提到案件相关的问题，小胖就会变得非常情绪化。如果小胖被判故意杀人，他可能会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那个晚上，女主向爸爸请教怎样和自闭症患者沟通。爸爸的回答很直接，从他们的兴趣出发。如果女主对法律没有那么感兴趣，她和她爸爸的处境和小胖也没什么两样。虽然你就在我眼前，但感觉我们中间隔着一个世界，我进不了你的世界。有时候我甚至感到孤独。第二次见面，从小胖的衣服和饰品看，他喜欢企鹅蓬袖。女主一行人随着主题曲跳舞，成功让小胖放下了戒心。经过了解，那晚小胖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不可以找死。不管怎么问，小胖就是那一句话。注意，女主突然灵光一闪，试图从自闭症患者的视角理解这句话。自闭症患者掌握的词语不多，所以他们经常重复同样的话。假如说这5个字是小胖给出的线索，小胖用这5个字形容哥哥的行为，女主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那天晚上，阿文在临终前喝了很多酒，报告里提到颈部有轻微的痕迹，看起来像是勒痕。综合这些情况，阿文可能有自杀的倾向，小胖可能是在阻止哥哥自杀。无论怎么问，小胖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这个猜想始终未能确认。见到孩子接二连三受刺激，会长的夫人心里不是滋味，带着小胖离开了律师事务所。男主决定带着女主去案发现场搜集证据，路上偶然遇到了学妹，学妹直觉女主有点处境艰难，女主显然有点弱势。男主真是太帅了，还特别有爱心，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临别前的那声加油，不小心刺痛了女主的心。在这边，阿文的房间自案发以来就没再打扫。如果死者曾想自杀，会选择什么方式？自杀的地点会在哪里？小胖快2米高，用摄像头模拟小胖的视点，一进门就应该能看到自杀现场。考虑到脖子上那淡淡的勒痕，上吊的可能性最高。果然，在书柜的顶层找到了断裂的绳子。男主不小心把绳子弄到书柜后面，意外找到了死者的日记，证明了大部分人确实会把心事写在日记里。随便翻到一页，最显眼的、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是死亡。日记字里行间透露着深深的绝望，用平静的文字表达了深沉的绝望。成为了父母的骄傲，老师的希望，却在不断的打击中失去了前进的勇气，突然间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日记里，小胖不止一次撞见阿文试图自杀。从那以后，小胖每晚都会看着哥哥。真相就在绳子的检验结果中。如果能证明小胖是想救哥哥，可以为他争取到减刑的机会。但是会长和夫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承认阿文自杀，就像是在说哥哥是个逃避现实的无能之人，就像是在说小胖是个精神崩溃的孩子，就像是在说他们家的天才只是个幌子。会长所有的成就，就要因为2个孩子而毁于一旦。一旦真相大白，夫妇俩将无颜面对世人，阿文将失去尊严。我们不办这个案子了。那天晚上，他浏览了网上的一些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真是个累赘，浪费社会资源，说不清楚话的人还不如去死。这些恶意的评论让他感到非常伤心。社会对于自闭症患者的理解和接纳还远远不够。就比如眼镜哥，他就有一个像女主这样的自闭症朋友，但他甚至连自闭症是什么都不清楚。在这里，妻子私下请求女主帮忙，他们其实心里明白这件事，小胖有自闭症，这可能会让他得到一个较轻的判决，但为了保持阿文的好名声，只好牺牲小胖了。为了维护完美儿子的形象，牺牲掉一个不正常的孩子，没办法，只能这样。这番话再次刺痛了女主的心。开庭的第一天，她决定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把小胖的行为归咎于自闭症的症状。这一点被对方律师立刻看穿了。简单说，如果把自闭症当作借口，那么女主自己是否也会精神不稳定？这样的辩护就站不住脚了。对方律师的攻击让女主感到非常难过。第一轮，女主输了。那天晚上，男主很担心女主，刚进门就看到女主试图上吊自杀，他急忙救了女主。这件事给了女主一丝启发，他通过自己的尝试，发现阿文死亡当天很可能是后仰摔倒。报告显示，死者有22处骨折，前面11处，后面11处。前面的骨折可能是心肺复苏造成的，但后面的骨折呈线状排列。简单说，用暴力是很难造成这种伤的，但如果是从空中坠落，撞击部位和受力一致，这样的伤痕就能形成。男主救了女主，小胖想救阿文，只要证明小胖没有杀意图，我们就可以调整策略，争取以伤害罪处理。不过，如果我们用这个辩护，那么阿文的自杀事实就无法遮掩了。会长此次选择了沉默，
无论小胖还是阿文，都是他的孩子。父亲的偏爱会反映出世界的不公，爱的分配若非均等，天平自然倾斜。会长仅提出一个条件，女主需退出案件的后续工作。在场的男主无言以对，女主却深知会长的选择并非个人针对，而是基于冷静的判断。多数人会因第一印象质疑女主的正常性，视为异类，缺乏独立能力。正因如此，对方律师可以频繁挑战女主。在此案件中，女主并非最适任的辩护人。在这边，眼镜哥试图帮助女主继续争取案件，因特殊情况被迫退出，即便无人提及，这一污名亦深植女主心中。眼镜哥不愿女主遭受别样视线，若法律界仍存偏见，女主将无法从事她热爱的工作。遗憾的是，案子最终不得不交由他人处理。与眼镜哥不合的新人物阿准，第二次庭审，阿准沿袭女主的逻辑，揭示了阿文自杀的真相，以法医的科学证据为依据，伤痕的排列、绳索的鉴定等证据，首要排除小胖的杀人嫌疑。法官向小胖提了一连串问题，经过推敲，确认男孩精神状态脆弱，属于特殊案例，得到无罪或缓刑的判决。在庭内，只是换了律师，成果却得以显著提升。女主开始自我怀疑，她是否真适合律师这一职业。会长夫妇表达了谢意，小胖仍旧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中。男主精心挑选了海洋球作为礼物，悄悄放置在女主的办公室。然而男主并不知道，女主已决心辞职离开，他将告别律师这个行业。女主只得在父亲的寿司店帮忙，她在那里笨手笨脚，动作夸张，常因其古怪行为吸引眼球，她与世界显得格格不入。幸运的是，新的案件迅速到来，委托人是女主挚友拉米。祖父辞世后，将一块宽广的土地过户至父亲名下。最近，家族旧宅土地被官方征收，补偿金额达到惊人的100亿。按照家族顺序，拉米的父亲是3兄弟中年纪最小的，大伯靠自己在都市打拼创业，穿梭于商界的西装精英；二伯是典型的白领阶层，小资生活满载幸福。拉米的父亲踏实地耕作自家的一小块土地，征收通知一落地，2位伯父立刻回到故乡，强行要求家中老小签署赠与书。大伯坚持依据民法典以及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长子应得50%，次子30%，幼子20%。老三轻信兄长的话，不知道法律条文被巧妙地利用，老三将承担其土地补偿的全部税费，高达22亿6千万，2成补偿金仅有20亿。现实中，老三还得自掏腰包2亿6千万。因遗产争斗头破血流的案例不胜枚举，但这样的欺凌实在罕见。利用老三的文化水平，分割补偿金，同时转嫁税负。闺蜜忍无可忍，只得求助女主为其父亲伸张正义。女主深入调查，很快便找到了案件的关键：继承权不分年长年幼、性别或婚姻状态，所有孩子均有平等的继承权。在此案件中，大伯虚假宣称存在不平等的继承权，这是一种欺诈行为。根据民法典，受到欺诈或胁迫的赠与协议是可以撤销的。遗憾的是，女主已决定放弃律师职业，她选择推荐前同事给挚友。闺蜜找到律所请求眼镜哥帮忙，眼镜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专攻法律领域超过14载，令人头痛的总是那些正式文件，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在民事纠纷中，他们通常是铁证如山。无论是酒后或是诱骗，那些不平等信息的陷阱，尽管伯父可能有诡计，你能否提供确凿的证据？法庭不可能完全还原事实真相，他所能依赖的是证据所表明的事实。但人心在物欲面前总是难以捉摸。眼镜哥暂未接收女主的辞职信，如果女主决心迎战一场势必败诉的案件，就不应将委托推卸给他人，而应亲自承担这一责任。无故缺勤将影响本月的业绩评价。关于3兄弟的纠纷，还是请小雨律师亲自处理。那个夜晚，女主再次被旋转门挡住去路。当男主询问那份海洋球礼物，女主遗憾地表示礼物已被误当垃圾处理。男主目送着小雨远去，闺蜜洞察男主的内心。几日后，3兄弟财产纠纷案首次开庭，女主很快体会到眼镜哥的忠告，在金钱面前，人性自私。大伯坚决否认欺骗行为，责任在于主张方的证明。女主感到束手无策，首轮较量，女主遭遇惨痛失利。法庭之外，2位哥哥冷嘲热讽地侮辱了闺蜜的父亲，在法庭上控告自己的亲兄弟，是金钱蒙蔽了你的双眼吗？女主一方在气势上显得落于下风，扭转局面的唯一途径是提供证据。此时闺蜜的母亲突然想起，事件发生那天，村里的张三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他可能听到了一些关键信息。张三本人好管闲事，果然如此。张三忍不住对此事发表评论：你怎能信那些无稽之谈？有了证人，案件胜利在望，闺蜜一家心情大好。临别时，闺蜜给予了关键提示：附近有个落日村，那里非常适合情侣小酌，那儿的夕阳格外迷人。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哥哥。在落日湖畔留下一对深浅不一的脚印。男主紧张的不行，连续2次踉跄绊倒。男主对女主的突然离职感到好奇，他通过小胖的案例了解到，
自闭症的标签让他的专业能力被无视，客户对他失去了信心，把他当作需要同情而非尊重的对象。人们眼中的是他的症状，而非他的才能。男主的鼓励成了他的力量，在夕阳的映照下，女主的心被深深打动。第二次的法庭较量，证人张三登台，女主严格按程序提问。出乎意料，张三在法庭上改变了证词。那天我什么都没听到。张三向大伯投去示好的眼神，大伯的表情难以捉摸，似乎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金钱的驱使下，张三沦为大伯的追随者。所谓的真相似乎不重要，女主心中的波澜难以平息。她坚信法庭应是真相的最终堡垒，这是一个应该基于真理的场所。然而大伯为了私利不惜说谎，他挑衅地问：“你有证据吗？”那晚，女主和闺蜜在酒吧中倾诉，闺蜜无心的话语：“如果能制造出证据就好了。”女主由此受到启示，灵光一闪，她想到了新的策略。在女主的巧妙安排下，闺蜜装作醉态，在重要日子制造混乱，家族内部的丑闻被揭开，大伯激动之下失控。正当妻子急忙报警，第三次开庭到来。女主提交了原告及其女儿的伤情报告，还有施暴的报警记录。根据法律规定，民法明确指出，如果受赠人对赠与人或其家人犯罪，赠与人有权撤回赠与。因此，原告要求撤销先前的赠与协议，宣布协议无效。被告律师立刻反驳，指责原告诱导被告暴力行为。我以道理相待，你却与我玩弄权术。现在我与你斗法，你又要我讲理。这是一场胜算渺茫的官司。这场仗打下来，女主心机深了一层。判决一落锤，伯父突然出现在闺蜜家，一见面就跪了下来道歉。其实这俩兄弟也没过好日子，大伯做生意赔了个底掉，二伯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他们俩都欠了一屁股债。一听说那块地能赔钱，心思就活络了。就这么50年兄弟情，经不敌钱的诱惑，挺让人感慨的。闺蜜的老爸还记着那份老情，决定赔偿金大家平分，扣完税，人手一摊20亿。事情终于都结束了。男主给女主准备了个小惊喜，会议室挂了幅鲸鱼跃出水面的画。男主那天想带女主去看海洋馆，女主却不乐意，认为鲸鱼不应该被关起来，说海才是他们该有的家。女主感动的眼泪汪汪的。窗外有只大鲸鱼在天空自由翱翔。最后这官司一打完，女主决定回到工作岗位。她抱着还在睡梦中的女儿，一遍遍地说，她不是要抛下女儿，绝不能让别人把女儿领养了，她肯定会回来把女儿接回家的。女儿在门口哭着不肯放手，母亲强忍着眼泪，硬着心肠走了。她所面对的是一段监狱生活。这已经是小金鱼处理的第6个案子了，情况挺复杂的。委托人叫小美，就是开头那位做母亲的。5年前，小美要求一个叫蓉姐的脱北者还她1000万，蓉姐说正好有个叫英子的欠她1000万，这笔钱可以转给小美。为了防止英子不肯还钱，小美找她朋友小西一起去讨债。那晚，他们俩拿着砖头直接冲进英子家，英子就跪下不停地哀求，显然她根本就不打算还钱。小美没勇气真打人，只好砸破窗户来吓唬人。小西和英子很快就打了起来。犹豫了一下，小美放下砖头，决定拉扯头发。那巨响让楼下房东头疼的厉害，赶紧报警，想平息这场乱。他们俩当场就被抓了。英子作为受害者要求参与陪审，小美他们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但问题是，小西选择了坐牢服刑，小美在开庭前就跑了。小美逃跑并不是因为怕罪，因为她有个3岁的女儿。如果她在女儿3岁时就走了，女儿肯定会忘记她是妈妈。这5年，小美一边躲着，一边辛苦地抚养女儿。现在女儿该上学了，而且绝对记得是谁把她带大的。小美痛下决心，把女儿送孤儿院，然后她去自首了。这是个公益法律案，负责的律师通常只需要按部就班。小美对自己会受刑没有幻想，在服刑的4年里，她只希望能见到女儿，这是一份无条件的母爱，时刻想着保护自己的孩子。这跟海里的鲸鱼妈妈很相似。女主角突然很同情被告，这个案子不能判4年。场上的眼镜男直接愣住了。本来这个简单的公益案件是秀妍来处理的，但这个女孩坚持支持被告，通宵达旦的工作，希望减轻刑罚，所以才让不怎么动感情的小金鱼来接手。没想到小金鱼更加投入，直接争取到了缓刑。这个案子的难度有5星级，对律师来说，辩护抢劫犯和辩护杀人犯一样复杂。抢劫伤人的法定刑很重，通常是无期或至少7年，减刑幅度最多也只能是一半，也就是最少也得3年半，只有不到3年才可能获得缓刑。被告的结局在开庭前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案子还有2个关键的附加信息：小西5年前认罪，被判了4年；小美因为逃避了5年的法律，所以罪更重一等，刑罚只会加不会减。这决定了辩护的方向。接下来就是找案子中没人注意到的细节。女主调查了原告的医疗报告，发现原告的伤势很严重。根据小美的说法，她当时因为害怕，并没有使用砖头这类武器。为了查明真相，2人去找当年的辩护律师，律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法庭最看重的是证据和事实，在这个案子里，
最重要的证据是医生的诊断报告，跟熨斗案件一样，医生会依据患者的描述来判断伤情，这通常包含很多主观判断。5年前的诊断医生对脱北者有偏见，甚至发表过一些不适当的评论，辩护的突破口找到了，下一步是找当事人进一步了解详情。他们3个去了英子的家，从远处就看到了英子受到丈夫家暴的情况，这一幕显然让小金鱼吓到了，她赶紧捂住了耳朵。因此受害人拒绝见人。他们从房东那里了解到，受害人一直受丈夫家暴，她脸上的伤一直没好过，房东唯一能做的就是报警，但警察来了也只能让事情缓和几天。男主角因此推测，伤员可能不止一个，有家暴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如果能查到案发当天的报警记录，这个案子可能就能翻盘。不久后，开庭日就到了，第1轮庭审，召唤受害人出庭作证。英子带着伤痕出现在公众面前，立即引起了陪审团的同情。秀妍用温和的微笑提出了她的观点。案发前2天，英子被丈夫家暴了，区分伤员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但不管怎么问，英子一直只说一句话：我记不清了。这让脾气暴躁的小美当场怒了，开始爆粗口连连，大声斥责原告是个毒舌女人。这一言论一出，陪审团成员纷纷表示不满。对手的检察官趁机大做文章，情势立刻逆转。眼镜男急忙请求暂停庭审，英子不会再作为证人出席。第1轮庭审，女主败了。休庭的时候，小美还是一肚子火，气得不停地诅咒英子，这让眼镜哥也不是滋味。本来我们掌握着案件的节奏，法庭上吵架赢不了案子，小美搅乱了法庭秩序，她的所谓品格已经得不到陪审团的同情了。其实也能理解，小美缺乏对社会的了解，她和社会规则脱节太久了，她眼里只有女儿，任何挡在她和女儿之间的，她就骂开了。女主以女儿为理由平息了小美，她想减刑来陪伴女儿，往后得控制下自己的情绪。第2轮，原告这边的证人，那个医生出庭了。既然医生对脱北者有成见，只要让他亲口承认，这个案子就可能会有转机。可这医生也不简单，他不会上当。即使他知道英子有被家暴的历史，他还是坚持说是小美造成的伤害。眼镜哥下令给女主，如果她不承认，就得逼她上绝路，用有教养的方式骂人还真有效，挖苦、嘲讽，最后摆出证据。医生4年前发表的一篇带有偏见的文章，给脱北者政府补贴，就像给犯罪者奖金，一下子把所有脱北者都说成犯罪者，现场一片混乱。医生慌了，直接自曝了弱点，检察官听不下去了。第2轮，女主赢了。休庭时，阿准气冲冲地冲向眼镜哥，原来那个证人医生是大名鼎鼎的正义盟核心人物，为了个小公益案，把这么个大人物逼得认错，承认自己歧视别人。这下律所损失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的大客户。眼镜哥没把查背景的失误怪到女主头上，而是自己扛了。毕竟2位女主才刚做律师不久，还没通过考核。在这边，小美终于见到女儿了，看着他们母女拥抱的场面，女主有点不知所措，转过头去。她记得自己从没见过妈妈，家里就她和爸爸2个人，孤单的背影。虽然赢得了陪审团的同情，但案件的目标还是没达成。不管怎么申请，小美都达不到缓刑的条件。忽然，她想起了那只小金鱼，女主灵机一动，想到了个勉强的破局点。第3轮，北韩法律。北韩对抢劫罪的定义很严格，达不到标准就是抢夺财物。身为脱北者的小美，对北韩的法律肯定更熟悉。韩国抢劫罪至少判7年，北韩只是1年劳动教养。小美只是想要回自己的钱，她不知道会面临无期徒刑。用北韩的法律在韩国辩护，这种辩护方式前所未有。检察官当庭就问小美，小美也按计划回答，但出乎意料，检察官又问了第2个问题：如果原告拿不出钱怎么办？女主和眼镜哥急忙手语示意别说，但小美已经脱节太久了。那是我的钱，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要回来，什么韩国北韩的法律我都不在乎，功亏一篑呢。第3轮辩论结束了，陪审团开始进行最后的讨论。眼镜哥先离开了法庭，明显的，预期的判决结果不太乐观。小美平静地接受了她的命运，表达了对2位女律师的感激，然后被警察带走。就在这时，女主有了一个灵感，提出要进行法律的宪法审查。简而言之，在这个案子里，小美并没有拿回她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犯有抢劫罪，这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小美对于逃避罪责没有基本的理解，她没有想要逃避责任，而是想先和女儿待一会，然后自己去自首。秀妍的爸爸是审判官的后辈，他们利用这层关系进了办公室。审判官一看到他们就吓了一跳。陪审团正处于最后的讨论阶段，而被告的律师竟闯入审判官的私人办公室，即使有新的主张，也应该通过正当程序提出，而不是私闯审判官办公室，这样做容易引起非议。女主详细说明了小美的困境，法律通常是无情的，法官立刻把他们俩赶出去。看起来陪审团可能会判处至少4年的刑期。经过漫长的等待，审判长宣布了最终的判决。由于小美有自首的情况，法庭判决被告1年有期徒刑，外加3年缓刑。法律是严格的，但也有人情味。2位女律师情绪激动，
一直在纠结各种小问题，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小美5年来一直记着自己的罪行，主动自首以承担后果。他们感激地望向审判长。小美站起身，向所有人深深鞠躬。至此，这个案子终于落下了帷幕。那天，女主闲得无聊，就开始整理冰箱。旁边的秀妍看不下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还没跟你说吗？就知道全明宇这人满脑子心机。其实，这个案子是女主和明宇2个人一起负责的。明宇一个人埋头苦查资料，准备了整整5天，却只给女主5分钟来看这些资料。果然如此，女主跟客户一聊天就处在劣势，啥都答不上来，留给人的印象特别差。明宇就趁机表现，侃侃而谈，成功得到客户的信任。之后，女主提出这种做法不太公平，明宇却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本来就是竞争关系，客户连女主的名片都没收，女主也拿不到下一份资料。可怜的女主只能硬啃第一份资料。案子是这么回事，委托人是黄部长，也是这个官司的原告。他是梨花公司的老板，他们公司最近推出了个新产品，但是发现在卖的过程中，产品里的核心技术被别的公司给抄了。虽然他们已经申请了最新的专利，可消费者只看价格，市面上有同样的产品，金刚公司的产品便宜一些，市场已经被他占了。黄部长现在要求对金刚公司的自动售货机申请一个禁止销售的临时禁令，提前申请这个禁令是为了防止官司打着打着市场就被对方拿下。如果临时禁令批了，在官司判决期间，金刚公司就不能卖东西了。如果最后输了官司，黄部长得赔偿对方所有这期间的损失。这种案子终于和商场打上了交道。这还是小金鱼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类型的案件。不久，开庭的日子就到了。金刚公司在庭审中出示了关键证据，他们声称梨花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剽窃来的。事实上，早在2019年，一个美国公司就已经在展会上展示了这项技术，他们还把设计图公开了。梨花公司的产品实际上只是稍作修改，核心技术并没有区别，因此黄部长的预先处分请求不成立。黄部长对这个指控非常生气，他们根本没去过那个展会，他们是静心研究了3年才有的设计，要是真的要追究，他们的设计想法其实比美国的还要早。明宇迅速站起来支持，梨花公司在2020年就提交了专利申请，而金刚公司直到2021年才开始生产，明显是金刚公司抄袭了梨花。金刚公司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实际上这个产品最早的研发者是另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在2019年的展会后根据公开的图纸设计了产品，可惜那家公司经营不善，最终倒闭了，把所有产品都收回了，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的产品。因为金刚公司提供的资料不够，法院无法做出判决。第一轮审判，双方都没有胜利。在庭外，梨花和金刚的负责人发生了争执，黄部长坚称他们是独立研发，金刚则声称大家都是参考了美国的技术，为什么要独占市场呢？女主实在是分不清谁在说真话。明宇看起来并不在意这些，女主想要弄清楚事实真相，明宇只关心案子能不能提升业绩，分辨真话和假话真的很难。而自闭症患者更是容易被人骗，女主为了学会辨别谎言，特意去请教了她最好的朋友，她的朋友给了她一个建议，只要紧盯着对方的眼睛，就能看出对方是否在撒谎。但显然，女主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自闭症让她无法直视别人的眼睛，看来没办法了，只好改变策略，那就试着盯着对方的眉心吧。次日，女主深陷判断谎言的修炼中，她爸爸的饭卷店迎来一位挑剔的老太太。老太太一进门就抱怨价格不合理，女主抓住机会开始实战练习。老实的女儿给老人家出难题，父亲无奈，只好假装女主不是自家人。经过仔细推敲，这明显是一个谎言。男主继续指导寻找谎言的微妙线索，如果看不进别人的眼睛，可以观察腿部和手部的微小动作，腿抖、手出汗、大腿摩擦都是撒谎时的常见反应，立刻行动。女主决定先练习在男主身上直爽女性形象，男主避开目光，很明显他在说实话。练习结束，女主信心满满的去找黄部长，结果当场呆住了。幸运的是，产品负责人裴组长成了观察的好对象，女主像侦探一样提问，果然发现了一些端倪。裴组长不停地摩擦大腿，下意识触摸鼻子。这时候，明宇突然打电话给黄部长，原来明宇已经先一步去见领袖公司的员工了，确认市面上的产品都已经回收，这意味着金刚公司因证据不足可能会输掉官司，失去先机。女主心中不甘心，她只是确定了对方没有证据，而我能证实梨花公司的主张是真实的。如果裴组长能详细说明研发过程，赢得官司的概率将大幅提升。这个案子关乎假性处分，裴组长作为关系人出庭不必宣誓。简而言之，即使是作伪证也行，但要特别注意摩擦大腿、触摸鼻子这些动作可能会显得不自信。再次较量，演员就绪，裴组长确实是历练过的戏子，法庭上毫无昨日的紧张感，精心编排的陈述，3秒钟泪水满面的演技，真的让人同情。第2回合，女主取胜，可有人不要脸的抢功劳。几天后，假处分得到批准，黄部长亲自送话表示感谢。
女主办公室原本挂着律师的道德规范，黄部长送来的向日葵，甚至还说是吉祥物，取代了那份规范的位置。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向日葵代表着信念、光辉、骄傲和忠诚，什么时候变成象征金钱了？同时，一封信引起了女主的注意，这是金刚公司社长写给她的，信里面详细揭露了事实真相。梨花公司用的核心技术原来是美国的公开技术，他们为了市场垄断，不断对小公司如金刚发起诉讼，通过法律手段抢专利，通过法律手段消除障碍，通过不公平竞争占领市场。信的结尾是社长提出的问题：女主想成为只求胜利的万能律师，还是追求真相的出色律师？梨花和金刚的官司背后有不为人知的事，明宇却似乎不在乎这些。律师的任务是保护客户利益，况且指导证人说谎的人是谁呢？女主的直觉告诉她，她从一开始就明白了案子的真相，但为了赢，她还是指导别人说谎。所谓的权谋诡计，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女主自己选择成为这样的人，就别再居高临下批评别人。女主瞬间无言以对，转头看时，那男人早已追求她想要的，这对女主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几日后，金刚公司质疑了那个假的禁令，不停地寻找线索，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领袖公司的产品，核心技术跟梨花公司的几乎一模一样，但产品型号标的是2019年，这比梨花公司申请专利的时间还要早。所以事实证明比任何辩论都强有力，梨花公司的谎言自然破灭。最后梨花公司输掉了这场官司，但出乎意料的是，黄部长并没有因此责备汪洋，因为这场诉讼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用这个假禁令阻碍金刚公司进入市场。在这段时间里，梨花公司迅速完成了市场的垄断，并且与各大银行签下了供货合同。即便金刚公司赢得了公正，他们将来也无力再与梨花竞争。金刚公司面临的将会是领袖公司同样的命运。女主带着愧疚看了金刚代表一眼，仅仅一夜，这位男士的头发白了不少。女主从他的目光中读到了许多情感，不甘心、愤慨，还有深重的失望。这次由于过于想要胜利而失去了初衷，女主深陷自责，她的眼眶含着泪水。而男主伸出了手，却最终停在空中。那个晚上，女主重读了金刚社长的来信，取下了那幅扎眼的向日葵画。金钱和名声会让人迷失方向，每个字都在提醒她，这些质疑和寻求帮助的话语将成为她今后行事的准则。为什么你会对真相视而不见呢？要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在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直接回答测谎问题，男主开始分心，女主是否已经发现了什么？他会不会以为他不喜欢他？室友明宇立刻看出端倪，你完蛋了，你爱上他了，经常一起出现，他既小巧又可爱，还是律师团队的一员。明宇开始胡乱撮合，这明显是在说秀妍。好朋友故意创造机会，这一切女主都看在眼里。在这边，泰山律师事务所迎来了一个大人物，来自青瓦台的秘书，原来是太守美在竞选法务部长的职位。他试图通过律师的工作进入政界，在调查过程中，秘书发现有关于太守美曾经非婚生子的谣言，这在选举中是个大忌讳。太守美坚决否认，根本就是捏造。见完秘书后，心情不错的在商场买了衣服。我们的委托人是杨洋村的所有居民，情况是这样的，政府为了改善交通，要修建一条新路，幸福路。幸福路要穿过杨洋村，村民们对此非常不满。几年前，他们北边修建了10号地铁线，导致几十户居民被迫搬家，南边建了个垃圾焚烧厂，居民们得忍受着废气和恶臭。现在政府竟然还想把村子南北分割，涉及南北的都是麻烦事。村民们决定法律手段来阻止这个建设计划。负责这个案子的正是汪洋的4个小可爱们。经过一番了解，杨洋村是个绿化地带，它的土地价值远不如商业区，这意味着一旦土地被征用，政府补偿的钱会很少，村民们甚至可能无家可归。女主检查了路线图后，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政府选择了2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路线，这个方案从经济上来看确实省钱，但这违反了行政法里面的最小侵害原则。因为案件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4人决定先咨询专家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接这个案子。咨询了多位专家后，得到的答复都出奇的一致，直线方案是唯一合理的最好选择。如果路线往上移，会影响到附近的高速公路和焚烧厂；路线往下移，就会穿过一所大学，也无法建设交叉路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原路线地下化，建隧道。可是杨洋村并不在新城市规划区域内，挖隧道的成本远远超过补偿费用。综合考虑后，直线方案几乎没什么漏洞，法院不怎么愿意审理政府的复杂官司。在这种政府诉讼案件中，普通人赢的机会极小。这个案子的结局似乎早就定了。最后，那位戴眼镜的人决定不再处理这案子，村长却坚决要打这个官司。他明白这是一场势单力薄的战斗，可能会花费很多钱和时间，但村长挺有钱的，如果连他都不争取了，那些一贫如洗的村民怎么办呢？在村长再三请求下，大家决定亲自去杨洋村看一看。村子这边，杨洋村的居民大都是老人，平时就靠种地为生，
这儿的人朴实热情，邻里之间关系很好。村里还有一棵百年老朴树，经历了无数风霜，树干上的斑驳记录了时间的流逝。几年前，杨洋村想申请成为自然纪念物，专家评估过后，觉得朴树还达不到标准，但这并不减少村民对他的爱戴。在悠扬的提琴声中，杨洋村的全貌映入眼帘。如果只看文件上的数字，杨洋村不过是个老年人多的普通村子，地价低廉，人口稀少，拿来做规划再好不过。但你只要亲自来体验简单的邻里情感，傍晚的田野微风，还有那棵依然坚强的老树，一旦被拆迁，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就会消失无踪。亲身体验之后，女主他们像打了鸡血似的，这个案子我们必须赢。事前好好研究规划路线的资料，看看相关的法律和案例，尽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即便大家分工合作，这还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在此期间，男主带来了最新的补充材料，贴心的帮女主翻书页。男主的关心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女主，这份细腻的感情被秀妍注意到了。男主走后，秀妍就跟小金鱼说起来，作为一个自闭症女孩，被人喜欢似乎很难，但女主自己并不知道，她早已被男主吸引。男主从未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过度的关心像是一根刺，像华尔兹旋转门一样，像语音语自我介绍、熨斗抹香鲸，夕阳下那笑容干净极了。男主总能理解她那些奇怪的想法，她带给他的温暖和安慰总是刚好。女主的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了红霞，闺蜜马上就跟她出了个主意，说是肢体接触能让恋人之间的心跳加快。女主想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他，她只需轻轻地触碰他一下便知。秀妍突然找到了男主，她愿意在大学时做个好倾听者，但当自己难过时，没人能懂她。女主则不厌其烦地解释科学知识。那一刻，她真的很生气。这个故事在提醒男主，如果你也只是一时兴起，那就别轻易闯入他的生活，这样最后只会伤害到他。如果真爱，就要勇敢表达你的心意。几天后，首次开庭的日子到了，原告方的律师可爱的汪洋，被告方的律师泰山市的大灰狼，韩国两个最顶尖律所的大对决。泰山派出了他们的重磅人物，以前的泰山代表泰守美，原告的律师眼镜哥先发制人，提出了至少3种替代方案。泰守美早已预料到汪洋的攻击点，用类似游戏解说的方式，让替代方案的好坏一目了然。考虑到经济成本、施工的复杂程度以及所需时间，眼镜哥见状不好，急忙拿出了备选方案，指责政府政策不够民主。政府原本打算征用大学城附近的一块空地，但被学校明确拒绝了。杨洋村居民也反对征用，政府却置若罔闻，这不是双重标准吗？泰守美早就准备好了，幸福路的新楼盘住户明年就要搬进去，如果推迟施工，住户的交通将受重大影响，损失将达数百亿。规划区内的其他村庄都没异议，都同意让出土地，只有人最少的杨洋村不满，因为居民少，地段也不好，所以赔偿也少。换种方式看，村长他们只顾自家利益，交通一摊，损失巨大，难道只为了多要点拆迁钱？开庭的第一轮，汪洋小可爱根本没法反击，法庭上掌控的天衣无缝，思维敏捷，表达出色，还总是带着自信的微笑。泰守美的出现让女主吃惊。那晚，女主上网查了很多关于泰守美的信息，父亲无意中看到女主查的资料，他的表情突然变得震惊。第二天，眼镜哥接到了村长的电话，施工队已经开工在村子口。眼镜哥这才明白，法院还没裁定停工，施工是合法的，法官也进退两难，停或不停，无论怎样，规划区都会损失重。女主找出了工程的违法点，根据环评法，涉及地铁工程的规定，环评得在方案定之前完成。这案子道路设计是17年搞的，19年才评环境影响，这违反了法规。泰山那边搞的游戏视频太花哨，女主建议我们得走感情牌，让法官亲自去现场看看。讨论完毕，女主在公司不小心撞见了爸爸，父亲说他是来见朋友的。明宇发现了女主父亲见的那位朋友正好是汪洋的代表，明宇的妒火又被点燃了，怪不得女主肯定是走了后门。再一次开庭了，泰守美又为环评找到了合理的说法。幸福路的方案在19年9月敲定，环评在同年6月就做完了，时间挺赶的，但还是合规矩的。看泰守美变得那么快，他肯定早就知道这案子的破绽，而且还准备了材料来掩盖。这时候女主灵光一现，使出她那记忆力超群的本领，又从文件里找出了破绽。杨洋村在4月份就提过申诉，政府回复说方案已定，道路设计不能改了。这份回复就是男主帮忙找到的。汪洋这下算是扳回一局。眼镜哥提出要现场看看，法官也同意了。那天晚上，秀妍故意给男女主安排了单独相处的机会。女主想到闺蜜那个糟糕的建议，目光在男主健硕的身体上打转。夜深了，两人把文件搬到眼镜哥的工作室。女主突然来了个奇葩要求，问能不能摸摸他，来确认自己是不是真喜欢他。黑暗中这举动添了点暧昧。男主笑着慢慢靠近女主，女主被逼到角落里，男主借机表白了。两人越靠越近，都是不由自主的。女主紧张的闭上了眼。最后，
女主羞得推开男主逃了。那晚，女主回家走得飞快，爸爸坐在客厅，满脸的担心。白天，老爸一看到太守美竟然成了女主的对手律师，马上就懂了整个故事。汪洋和泰山公司争执不休，都想站到行业顶端。太守美一旦步入政界，天平肯定会倾斜。汪洋的人也搞清楚了，女主是太守美的私生女，雇佣女主就是想在决战时刻利用她来打击对手。老爸怀着一片苦心，希望女主以最好的成绩毕业，但找不到任何公司愿意要她，似乎没有人愿意给女主一个机会，也没人让她展示自己的价值，就算是利用一次也好，请在最关键的时候给她一个机会，不要轻易让她成为太守美的敌人，这是老爸唯一能为她争取的。经过深思熟虑，老爸决定告诉女主真相，但当说到女主是靠关系进来的，他就受不了了。自闭症是个标签，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不想总靠老爸帮忙应对挫折，他厌倦了总是被保护的日子，这让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那晚，他决定住在朋友家，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新开始，一个小小的值得庆祝的反叛。第二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律所里传开，女主是通过关系进来的。这消息不用多想，肯定是心机重的明宇干的事。明宇闪烁其词，秀妍的嫌疑几乎就是铁证了。在大厅里，秀妍对着同事们奇怪的眼神很生气。女主的实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世界却连个机会都不给。有人因为给了她机会，就嫉妒她的才华。法学院的状元怎么会找不到工作？那些混日子的能拿到 offer， 天才却总是碰壁。为什么社会要对天才不公？秀妍在大厅里故意大声批评女主，但她说的每句话实际上都在保护小金鱼。她的声音足够大，让所有八卦的同事都能听到。秀妍确认泄露消息的就是明宇，她建议女主趁没人注意，偷偷的打明宇个措手不及。那个下午，天气突然从晴转为暴雨，杨洋村的现场勘查得到了批准。法官、泰山、汪洋3把颜色不同的雨伞，女主敏感的注意到，法官大人的雨伞上有个小海豚标志。暴雨彻底破坏了现场勘查，原本想展示村民们的团结和热情，谁知道太守美早就用同意书收买了大部分村民。政府打算提高土地补偿价格，如果补偿金额翻倍，村民就会先签一个形式上的同意书。在488户原住民中，有343户同意地铁建设规划。邻里之间的情感开始破裂，眼镜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朴树身上。雨后的泥路难以行走，法官不小心在小路上摔倒了，小提琴发出刺耳的声音。冷风中，喝甜米酒似乎也失去了乐趣。总的来说，参观村庄的体验非常糟糕。经过这次现场勘查，法官似乎更倾向于支持被告。村民的意见分歧严重，村长不能代表所有村民，村庄的景观价值很低，显然更适合进行开发。法官提出建议，在第3次开庭前，双方可以提交更多村民对拆迁的看法。如果超过一半的人支持铁路改造，原告的请求将会被驳回。双方的律师事务所立即开始行动，但结果似乎不言而喻，只要补偿价格合适，拆迁就不是问题。在行动中，女主发现自己的公文包忘在了朴树附近，她独自一人去寻找。山顶上偶遇了太守美，女主的超强记忆力让太守美刮目相看。太守美主动向女主伸出了友谊的手，要是能来到泰山，女主肯定能大展拳脚。就在那一刻，太守美没把女主当作敌人，反而看她是个有潜力的小妹妹。夜风带来了一丝凉意，树下的两人还不知道对方是谁，却意外地感到了心灵的释放。那晚，女主开始收拾行李，从此以后，她要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了。女主下定了决心，既然是自己靠关系进的公司，这件事结束后，她会主动辞职去泰山工作，这样就没人能说她依赖关系了。父亲听说了女主的计划，不禁眼神震动。在这关键时刻，他只能透露一个秘密：太守美是你妈妈。女主脑子一片空白，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在医院里，女主身上多处受伤，但总体来说伤势不重。父亲慢慢讲起了他的故事。原来太守美是泰山创始人的女儿，从小生活优渥，而父亲只是个农村出身的普通人，靠着努力考进了首尔大学。两人在大学相爱了，尽管都很笨拙的谈恋爱，却意外的怀上了孩子。父亲希望太守美能把孩子生下来，但太守美想回到以前的生活，决定不要这个孩子。那夜雨中，父亲跪着发誓，他会放弃学业和一切，带着孩子消失在他的世界。父亲承诺绝不会影响他的未来。父亲开了家饭卷店，一个人把女主养大，别人无权对此指指点点。太守没有他的理由，父亲完全理解。父亲的坦白也不是为了给自己洗白，他只是遗憾没能更好的保护女主。每个人和事背后都有考量，这话让女主恍然大悟。查阅村里的资料，在2016年，朴树被申请为保护树，但是没有通过专家的评估。同年，有人听说杨洋村要开展大工程，这时间巧合的令人怀疑，这是否就是父亲所说的背后考量？会不会是只有在朴树申请失败后，地铁计划才能推进？
男女主赶到申遗委员会，负责那年申请的是小提琴家阿震。女主去找阿震，想要拿到当年的申遗报告。阿震没有拒绝，立刻去办公室取文件。两人在外面等了很久，忽然转身，发现阿震正想溜走。问题果然出在阿震这一环。阿震坦白说，2016年地铁规划一出，他就动了贪念，想着地铁旁的房价会涨，但朴树一旦成为保护树，地铁和公路都没法建，所以阿震找人冒充专家，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报告书。阿震坦白的时候，女主突然看到他伞上的小金鱼图案，那是金浦建设的标志，去看房就能得到这把伞，也是房价狂涨的那个小区的标志。第3次开庭了，眼镜哥在庭上出了杀招，法官好像买了开发区的房，审判程序马上就停了。当然，这是拖延时间的策略，如果审判暂停期间，朴树被成功申请为保护树，那些政策自然就会取消了。第3轮对决，女主顶着逆风翻盘，赢得了这场比赛。第2天，太守美又邀请女主加入泰山，她没看出女主的异常，小金鱼干脆自己接了底。太守美从震惊到彻底说不出话来，小金鱼说得越平静，太守美心里的创伤就越深。一阵长沉默后，太守美颤声问了一句：“你恨我吗？”小金鱼回想起孩提时的孤单和困惑，眼眶不禁湿润了。他没有直接回答那个问题，而是说：“记得那天朴树下的微风，树叶沙沙作响，和你站在一起，心里莫名其妙的安心。这案子太急了，小金鱼根本没时间准备，就直接上庭了。被告人方屁扑，职业小朋友们的自由战士，被指控带走了12个小孩。就在几天前，P 先生借着补习班老板儿子的身份，装成了接送司机，偷偷带着12个学生去了荒山。在那荒山上，P 先生自封自由战士总司令，声称要带领孩子们对抗大人的补习压力。他变成了孩子们的王，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玩1、2、3木头人，还烤地瓜，用最淳朴的方法给孩子们一个欢乐的午后。4个小时后，大巴司机感到不对劲，立刻报了警。同时，孩子们都平安无事的回来了。P 先生被当场抓获，这事对补习班影响极坏，孩子们都不来了。比起补习班的事，委托人更担心自己的儿子，他含辛茹苦把儿子送进首尔大学，凭借自己的经验开了补习班，在业界的成就举世瞩目，哪知道却忽视了自家孩子。现在他只希望儿子不至于进监狱。案件本身没那么复杂，但让人头疼的是，被告人一点不合作。他先是宣称自己不需要律师，然后在法庭上言不由衷。更糟的是，居然说不想要减刑。法官干了40多年，头一次见到这么特别的犯人，而且他的眼神异常坚定，就像守护信念一样。当事人和律师不在一个频道上，这案子就难办多了。法庭上，那个大巴司机指认，正是因为方先生是补习班老板的儿子，他才会放心喝下那个小男孩给的奇怪的面茶。仔细一想，方先生总是来补习班转悠，显然是在踩点研究大巴的行驶路线。辩护律师立刻站起来反对，说这是纯属猜测，这种东西不能拿来当庭证据。但是糟糕的是，我们经常看到证人当庭改口，可方先生直接在庭上否定自己律师的话，还真是新鲜事儿。然后法庭上的一幕幕都变得荒谬起来。我全认了，方先生说：“你说错了，我计划这事儿半个月了。”辩护律师摸着自己的头，对方律师都快笑出声了。第1轮辩论，我们这边完败，方先生的思路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他那解放孩子的口号，自称是司令什么的，这些行为简直就像小孩子才会做的。那一刻，辩护律师看到方先生在审问室里抬头望天，那眼神里的渴望，让律师突然明白了他在想什么。这边厢，那个戴眼镜的辩护律师决定让委托人去求家长们的宽恕，只要能得到家长们的宽恕书，这案子或许还有转机。可惜的是，没有哪个家长会原谅随意带走自家孩子的人，尤其是这些补习班家长，大多数都是社会精英。等一下，孩子们？律师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案件里，孩子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是所有人都只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完全忽视了孩子们的感受。男女主角急忙赶到了补习班周围，经过一番打探，发现补习班有个别称“锁起来的班级”，孩子们被迫一整天都待在里头学习，晚上10点前都不能离开，中间连吃饭都没时间休息。如果上厕所超过2次，就会受到训斥；要是没按时做完作业，就会遭受严厉的体罚。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孩子们无法悠闲地享受美味，每天只能依赖方便食品过活，靠喝咖啡来续命。矮小的身躯背着沉重的书包，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孩子们应有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疲倦。他们连哭泣都是因为没能按时完成作业。女主角注意到一个女孩子脖子上挂着橡果，这是 P 先生给孩子们的礼物，每个孩子都小心翼翼地保管着，因为在他们心中 P 先生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孩子们都不愿意 P 先生被关进监狱，但是有谁会听孩子们的话呢？就在那一刻，女主角似乎明白了那个看似不在乎的 P 先生，在他看来，被关在教室里的孩子就像是被困在狭窄的水槽里受虐的小金鱼，因此他建议被告要解救这些受虐儿童，并
并采取紧急行动。他的提议立刻遭到了戴眼镜的男主角的反对，因为女主角太容易对委托人产生同情，但被告的犯罪行为是不争的事实，诱拐未成年人的罪责是不考虑动机和目的的。另一边，悲痛的母亲出现了，儿子不懂事，总是给妈妈添麻烦，但母亲能怎么办呢？他只是一个心里有病的傻孩子。面对家长们严厉的态度，母亲放下所有姿态，愿意赔偿、道歉，甚至不惜下跪，只希望别人能原谅他的儿子。为了这个目的，他愿意做任何事。其实家长们并不想大闹一场，只是不能忍受 P 先生揭穿了他们精心营造的世界。他们也是为了孩子好，怎么到了 P 先生嘴里，就成了剥夺孩子欢乐童年的坏人了？他们还那么年幼，他们怎么能懂父母的辛苦？在被告的母亲下跪认错后，11位家长不情愿地签了求情信。第3次法庭审理，明宇试图以妄想症为被告辩护。在昏暗的灯光中，一只背鳍弯曲的虎鲸慢慢靠近女主。法庭空间狭窄，虎鲸只得原地转圈，发出哀嚎式的求救声。女主感到极度心疼，女主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当庭指责补习班的不合理做法。上2次洗手间的学生被贴上偷懒坏孩子的标签，这样的观念会对孩子造成何种影响？我们的被告其实正常的很，他不是妄想症患者。法官又迷糊了，是自己找的医生，是自己背的辩护主张，怎么会突然自打嘴巴？你们这是在开玩笑吗？就这么想着坐牢吗？女主做出了回应，这不是胡闹，妄想症真的可以帮助被告减轻刑责，但对被告来说，这却是种羞辱，因为没人能理解他的立场。被告确实犯了罪，但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只是反抗体制的良心犯，让孩子们远离刷题，过一个愉快的下午，这与杀人放火完全不同。可法庭不是辩论场，法官只关注被告的罪与责。法官是否认为被告有悔改之心？被告沉默了片刻，毫无悔意。我对自己的行为从不后悔。又到了第3轮，女主没能成功，但 P 先生却感激地看着她，因为只有你懂我。在这边，女主的自毁行为让明宇气愤，那男孩抓住机会告状，眼镜哥都懒得搭理他。之前的冲突还没找你算账呢，又开始闹腾，都这么大人了，女主的优点你都忘光了。在这边，女主为自己的鲁莽道歉，但 P 先生急忙感谢她，不用了，你是第一个懂我的成年人。临入狱前， P 先生想跟孩子们道别，他不想孩子们以为坐牢就是闹着玩的结果，要帮就帮到底。眼镜哥和女主想尽办法说服家长，终于到了判决日，12个孩子在法庭上齐聚一堂。 P 先生开始他的最后陈述。首先他对家长说， P 先生提醒他们，孩子玩耍不能等，童年只有一次，考试却是年年有，长大了再玩耍就没意思了，那份童心早就不在，你们会错过孩子最宝贵的时光。在那一刻， P 先生的妈妈悔恨万分，然后他对孩子们说， P 先生又让孩子们发誓，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法官本想制止旁听人员，但看到眼前的一幕，法官也没能中断，看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甚至连家长们都感动了，他们从没这么开心过。同时，小金鱼又出现了，这次虎鲸摆脱了束缚，欢快地摆动尾巴，向着光亮的方向游去。它将迎来的是自由的海洋。一次偶遇，女主的睫毛不小心沾到了脸上，男主连续换了3种姿势，每次都比上次更靠近，让女主心跳加速。女主在想是否要再一次表白，没谈过恋爱的闺蜜立马劝阻，一个出主意，一个信以为真。你可以用行动让他感受到你的心意，注意这个重点，帮他拉椅子、开车门，让他走在人行道的内侧，最后帮他搬东西，一系列巧妙的举动。男主确实被搞得一头雾水，面对男主的追问，女主一慌就说出了真心话，我喜欢你，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喜欢你。压力球抛给了男主，秀妍的话语在脑海中回荡，如果换作是他，不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是一时的冲动，同情弱者，还是因为他那企鹅般的走路方式真的融入了他的世界。男主深刻反思，男主找到了心里的答案，一个是喘着气表白，另一个是紧张的喘不过气，但他们的小手指已经开心的飞扬起来。深夜时分，父亲的小店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客人，太守美打算来找父亲好好谈一谈。然而在关键的选举背景调查时刻，一位记者捕捉到了这一关键时刻的画面，这真是让人感叹的一桩事。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来的，当事人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丈夫阿文经常去赌场，妻子阿丽一个人开着寿司卷店。阿文赌博其实是逼不得已，刚结婚那会儿，他们一起开了个网吧，日子过得挺甜蜜。结果合伙人一夜之间携款潜逃，留下了一大堆欠债。为了生活，阿文只好抱着侥幸心理去赌场试试运气。尽管如此，阿丽还是觉得她丈夫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和爸爸。她的鞋跟坏了，阿文不在乎周围异样的目光，直接背着她进了律师事务所。几天前的事，阿文和2个赌友合伙买了彩票，说好了如果中奖就均分，分掉那笔奖金。但是当62亿的巨奖出现时，那位中奖的朋友突然人间蒸发，还否认了分钱的约定。阿文只好求助于汪洋小可爱，他只想要回自己的那14亿。
女主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阿文他们3个人只是口头约定，没有写下任何协议或录音证据，很可能当时只是一时冲动。而且买彩票的钱还是赌博的来的，这种情况法律是不会保护的。简单说，这个官司基本没可能赢。这对夫妻急得直掉泪，我只要和另一个人说好话，假装买彩票的钱不是赌资可以吗？真没办法，阿丽只能使出杀手锏。那个戴眼镜的是我三姨妈朋友的熟人的儿子，你就不管吗？最后戴眼镜的哥们儿只好硬着头皮接了这案子。这烂摊子就这样甩给了小金鱼。小金鱼本来就对外界特别敏感，现在还得去那吵闹的赌场查事实。在赌场这头，在一个叫咖啡的性感女郎帮忙下，女主终于见到了叫烟灰缸的证人。阿文就是让烟灰缸帮忙买的3张彩票。烟灰缸清楚地说，他确确实实听到了要分3份的口头约定，终于有了证人。可一听说证人得上庭作证，烟灰缸立马就拒绝了。他自己的日子已经够呛，不想再自找麻烦。阿文说愿意出大钱，女主赶紧阻止，这么做是犯法的。阿文满脸困惑，你是来劝架的吗？做人就不能随机应变吗？应变？女主完全不懂，她得守法律。开庭的那天，对方律师紧抓着没有书面协议这一点，说平分奖金不过是随口一乐。阿文那天也就中了200块，要分什么样的奖金，要分谁的奖金，这些都没有法律效力。况且买彩票的钱还是赌博来的，女主这边节节败退，现在只能指望证人烟灰缸了。如果烟灰缸能证明他听到了他们的约定，这个约定在法律上就站得住脚了。可惜的是，烟灰缸因为非法滞留在韩国，所以没能到庭。第1轮女主就败了。在外面，赌友们自以为是的认为，既然没有证人，那就造个证人出来，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就是缺个证人罢了。做人得讲究灵活，结果比过程更重要。接下来的第2回合，女主做了满满的准备，研究了违反社会秩序的法律。她信心百倍，从善良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秩序角度入手，但这种迂回的办法还是不够有力。法官只关心一件事，先不说买彩票的钱是不是赌资，更关键的是那个约定到底有没有存在。原告怎么证明有平分奖金的约定？还好，这回阿文带来了证人咖啡。咖啡镇定地做了证，他们的确约定了中奖就平分奖金，一旦中奖就必须分钱。被告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指出咖啡和阿文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肯定是假证词。与此同时，女主突然看到阿文对咖啡做了一个心形手势，难道有了证人的证词？结果不言而喻，阿文成功拿回了14亿342万韩币，夫妻俩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了这笔钱，他们可以更好的教育和照顾孩子。所有观众都被感动了。2天之后，打扮得光鲜亮丽的阿文带着礼物来感谢女主，女主却拒绝了昂贵的购物卡，只接受了阿丽送的真心制作的海苔卷。就在临走之前，阿文突然小声问了一句，如果中了彩票就离婚，奖金是不是还得分1半给对方？女主下意识说不用分。阿文立刻笑开了花，然后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大家仔细看，阿文现在跟几天前那个老实人完全变了个样，从里到外都换了一新风格。这变化让女主感到不太踏实。她那突如其来的问题，法庭上的心形手势，女主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只能借用严先生、胡椒小姐和酱油律师提问：离婚的时候特有财产是不是也要分一部分？男人有钱了就开始变坏。秀妍立马反应过来，离婚案件的关键是证据要确凿，比如财产赠与的书面协议。严先生这个架势，怕是打算甩了胡椒小姐了。女主想要提个醒给阿丽，结果被眼镜哥反对了，保护客户隐私是律师职责，这案子就到此为止，别太插手客户私生活。突然间，面前的饭卷给女主灵感了，她决定亲自去买阿丽的饭卷，这不算泄密，也不违反律师的规矩。等男女主一起去饭卷店，看到的一幕让人吃惊，曾经恩爱的夫妻，现在却吵得不可开交。争吵的根源还是钱的问题，一个想买3亿的豪车，提高生活质量，另一个却只想着孩子的未来，有了14亿。对这家人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男人一气之下摔门走了，转个弯，一个美女走了过来，正是那证人咖啡。屋里，阿丽自己在收拾烂摊子，本来温柔的老公突然变脸，妻子自然有点接受不了。女主点了份海苔饭卷，然后故意提高声音，跟男主讲了个严先生和胡椒小姐的故事。从前有个叫严先生的人，他得到了一些只属于自己的财产，他去问酱油律师，如果我跟胡椒小姐离了婚，这笔钱能不能不分给他？啊，对了，严先生还想买辆豪华的车。这番话让阿丽暂停了手头的活儿，她心里不愿意接受，总觉得丈夫不会这样对自己。在法庭获胜后，丈夫承诺会把所有的钱都给她。女主边讲故事边回答，那你有没有书面合同或者证人啊？话说到这儿，女主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怎么应对这个渣男，还是得阿丽自己决定。在另一边，神秘美女秀妍也碰上了个渣男，左手拿着保温杯，右手拿着小花，还有那烛光晚餐，呼吸间都是粉红色的泡泡。秀妍好像看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在招手，可惜美梦总是醒得太早。餐厅里突然冒出了王子的前女友，女人直截了当地说，
你那白马王子不过是个骗子，自称征服女强人的高手。忙碌的职场女性通常没空谈恋爱，送他们鲜花、关心还有早安的问候，然后他们的钱包就变成了王子的 ATM。秀妍在情感上吃了个小亏，走之前她没忘记拿走一瓶最贵的酒，由那王子买单。过了几天，阿丽突然来找我，一切就像那些寓言故事里说的，严先生提出了离婚。阿丽现在也想开了，她只想要回自己应得的财产，然后好好抚养孩子。但是问题在于，阿文早就偷偷转移了财产，妻子尝试通过短信或录音留下证据，但阿文似乎早有防备，直接切断了和他的联系。没有证据，也没有证人，情况和1周前差不多。这场离婚官司，阿丽赢的机会不大。1周前他们还是夫妻，现在只剩下了阿丽一个人，而且因为涉及的是钱案，女主在这场官司中没有立场。最后，眼镜哥帮阿丽找了个有经验的离婚律师，同时阿文终于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3亿豪车。看着妻子落魄的样子，他显得格外狂傲。妻子打算躲开丈夫的纠缠，阿文直接开车准备拦下男主他们。车不见了，人也不见了。尽管如此，阿丽在车祸现场还是哭得悲痛欲绝，撞车声、尖叫声、呼救声，所有声音让女主当场崩溃。她忍不住捶打自己的头，男主急忙上前保护她。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阿丽继承了剩下的11亿，还有丈夫的人寿保险3亿，加起来刚好还是14亿。另一边，一向强势的明宇又开始活动起来。明宇详尽地调查了太守美的背景，发现太守美请假的时间正好是女主出生的那段时间。他认真比对两人的照片，发现他们俩真的很像。人生总有那些决定命运的时刻，毫无疑问，明宇现在正把握着这样的机遇。他直接用这个秘密作为筹码，威胁太守美，让他加入泰山。过度同情会弱化竞争，人人都试图展现自己的善良，在这过程中，野心被渐渐稀释。汪洋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在泰山发展，这个秘密成了他的敲门砖。但老江湖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太守美马上就开始利用明宇，仅仅掌握秘密还不算什么，如果能让女主离开汪洋，太守美承诺会把明宇留在身边培养。地铁里，车厢内突然有了动静，女主偶然看到警察现场抓捕罪犯，罪犯要求警方出示逮捕令，警察没有回应。女主下意识地说出了法律规定，根据法律《刑事诉讼法》规定，警察逮捕人必须说明理由，嫌疑人有权雇佣律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案子是在地铁里偶遇的，女主自称是律师，杨先生被逮捕后，特意要求女主为他辩护。眼镜哥抱怨女主总是招惹麻烦，这个案子非常棘手。被告杨先生被怀疑强制侵犯了一位残疾人，这是性犯罪案件，这类案件在全球都是最难处理的。如果没有现场证人，受害人的证词就成了关键证据。但这个案子有其特殊性，受害人的残疾使得证词可能不够清晰。要为原告杨先生赢得官司，律师可能需要放弃道德底线，并质疑受害人的证词可信性。即便律师全力辩护，胜诉的可能性也很小。普通强制性侵罪至少要判3年有期徒刑，考虑到受害人是弱势群体，可能至少要判7年或者无期徒刑。通常情况下，很少有律师愿意接这种案子。杨先生多次请求帮助，女主和秀妍决定先探望了解一下情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杨先生作为义工加入了一个社团，在这里他遇到了原告小慧。小慧的心智相当于13岁孩子，他们俩一拍即合。但杨先生在花钱上有些莽撞，约会的钱都是用小慧的卡结的。经过调查，小慧的陈述前后不一致，起初说是自愿的，后来又说自己被侵犯了。检方认为杨先生利用了小慧的残疾欺骗她，这是一起性犯罪案件。杨先生显然是有预谋的诱导，但不管别人怎么说，杨先生始终坚称那是真爱，发生的一切都是两厢情愿。杨先生的眼神充满诚意，女主的内心开始动摇。和残疾人交往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男主在1天前向她表白，在杨先生和小慧的身上，她仿佛看到了和男主的未来。残疾人士到底能不能拥有爱情？最终，女主决定接受这个案子。几天后，首次开庭，这个案子吸引了众多旁听者，他们都带着审视的目光。女主首先进行开庭陈述，被告和原告是情侣，他们还用过一款情侣 app。3月12日，他们发生了性关系。3月13日，聊天记录里并没有任何争吵。小慧说她很想念杨先生，希望能早日见到他。女主认为聊天记录证明了他们是情侣，小慧是自愿的，性侵指控不成立。她这么一说，除了小慧的妈妈，甚至连社团的志愿者们都情不自禁地低声谩骂。他们觉得小慧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只是把对方叫做宝宝。难道这就算是爱情？聊天记录里的每句话都是杨先生的诱导，这就是他欺骗女儿的证据。由于妈妈情绪激动，首轮庭审就此结束。这个案子的挑战是要消除人们的成见，在公众看来，女主他们是帮助恶人、只图赚钱的坏律师。事实上，连女主自己都在疑惑，杨先生是否真心爱着小慧？那么男主又如何呢？同时，明宇收到了一条关键信息，
女主是太守美的私生子女，这让明宇非常感兴趣。他决定秘密继续调查。几日后，进行了第2次庭审，原告方请来了精神科专家作证。虽然小慧的智力相当于13岁的孩子，智商大约65，但她的思想和情感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像小孩子喜欢糖果、害怕考试一样。根据警方提供的陈述，在案发当日，小慧明显非常害怕性行为，感到恐慌、抗拒、不知所措，在拒绝杨先生后哭泣。而被告在遭拒后显然有生气，所以小慧最后还是顺从了。医生认为，因为智障人士分辨不清爱情，被告的强制行为是利用了亲密关系来加害。原告律师提问结束后，秀妍作为被告律师进行了反诘问。在发生关系后的那段时间里，小慧在聊天记录里仍然表达着爱意。对此，医生进行了解释：智障人士与常人相比，实际上更渴望得到爱。小慧急切地表达爱情，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是情侣关系。换种方式来说，杨先生的欺骗和诱导同样会让小慧产生一种被爱的假象。说到底，智障人士缺乏基本识别和保护自己的能力。再一次的庭审，被告方又输了。另一边的情况是，女主刚从洗手间出来，没想到小慧就站在门外等她。女主还没反应过来呢，原告的妈妈急忙找过来，把小慧领走了。秀妍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杨先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半年前的事，杨先生经常参与这种社区志愿活动，专门找智障的人交往。男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一直用女孩子的存款，没有留下案底的原因是杨先生还钱了之后就和解了，所以这些情况没办法查到。如果原告是个惯犯，女主继续帮他辩护就违背了他最初的意愿。面对女主的追问，杨先生还是坚持不懈：我们真的是真心相爱的，真爱不非得是第一次恋爱。那个晚上，这个案子不经意间触动了女主，男主是不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只是在同情我？男主会不会像杨先生那样变心？女主有一种特殊的病，她非常害怕和别人有身体接触，记录最长的一次是和爸爸牵手，长达57秒。尽管如此，男主一点也没有强迫她，反而因为短短20秒的接触笑得很开心。男主决定先送女主回家，在路上又遇到了之前小学妹的出现，尽管同学们都在旁边看着，男主还是很自然地介绍了他的女朋友。这时候，女主注意到学妹手上的咖啡，在之前的聊天记录中，小慧常常说到咖补这2个字，因为她智商不高，很多词都读得很有趣。所谓的咖补，原来是指咖啡师培训班。确实，只有在这个时间，小慧的妈妈才不会管她。我爱她，请不要让她进监狱。这个回答出乎女主意料，原来小慧的妈妈特别讨厌男人，所以迫使女儿写下声明。小慧坚持杨先生没强迫她，纵然他不是好人，她依旧深爱着他。女主陷入了深思，这个决定你妈妈不需要管，毕竟你已经是27岁成年人了，你得亲自表明你的立场，而不是一直被贴上智障的标签。只要你在法庭证明这份陈述无效，你的杨先生就可能被判无罪。第3次开庭了，小慧真的主动站出来作证了。考虑到案件性质敏感，原告律师提出了请求，在小慧作证时，杨先生必须离场。小慧在法庭上说她爱他时，旁听席上响起了惊讶的声音。在妈妈愤怒的目光下，小慧开始变得紧张，无法流畅地完成接下来的提问。女主提问结束，原告律师开始反诘。律师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你懂爱的真正含义吗？你确定他真的爱你吗？经过一轮轰炸，小慧明显更加不安。律师拿出了决定性的证据。3月12日那天之后，小慧在家抓伤了自己的胳膊，因为那晚的事让她感到巨大压力。眼镜哥认为紧张时抓胳膊是个人习惯，原告律师力争上游。就在这时，小慧精神崩溃了，一边抓胳膊一边离开了法庭。第3回合落幕，陪审团在商量的时候，小慧的妈妈在走廊里大声责备女主，说她是不是也爱上那种坏男人了？怎么跟小慧一样自闭？凭啥装出同情心站在她那边？连串的指责让女主不寒而栗，秀妍赶紧抱住了女主。另一头，法庭最后的判决下来了，7个陪审员里有4个觉得杨先生没罪。审判长虽然听从陪审团，但还是宣布了最后的判决：杨先生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判决结果公开在网上，并且要公告5年。小慧听明白了判决，忍不住哭出声来。观众们都对这一幕感到很惊讶。你哭啥呢？我们这是为了你好，你肯定是被蒙蔽了。真能感同身受的，估计也就女主和男主了。这个案子让女主心里五味杂陈，即便是大家都认为的爱情，一说到智障就没自主能力，这爱情也就不被认可了。爱情真有个定义吗？就在这时候，楼道的灯突然灭了，男主靠了过来，女主吓了一跳，注意到男主的动作，迅速后退了一步。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女主明白了，男主和那个杨先生不是一路人，他不会因为你不按他的意思就生气，或是觉得你不爱他了，他完全理解并尊重他。女主踮起脚尖迎向男主，双手环抱在男主宽阔的肩膀上，深情地吻了上去。就在这时，楼道的灯又灭了，在这头，太守美突然出现在卷饼店，她希望他爸能带女主一起离开韩国。
承诺会在国外给女主找最棒的自闭症专家，还保证让女主能在国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让她成为优秀的国际律师。他爸显然不同意，反问道：“这时候提这些，不就是因为担心你的选举吗？”在汪洋律所这边，这一期的案子是关于职场性别歧视的，委托人是米尔生物的老板。案情是这样的，米尔生物快被一个德国公司收购了，需要大幅调整员工结构。为了更合理的运营，公司出了一个裁员方案，瞄准了公司里的夫妻员工，任意一方可以选择自己离职。如果夫妻俩都不愿意自己离职，就会让丈夫暂停职位但停发工资。简而言之，老婆不辞职，公司就把她丈夫给炒了。米尔生物有112对夫妻当员工，其中98位老婆选择了自愿离职。在传统观念里，老公赚钱养家，老婆在家照顾家庭，留在公司的理应是老公。经理用霸道的规定劝退女员工，这让许多被迫辞职的员工妻子很不满。最后，2个关键员工决定起诉，他们认为这政策是性别歧视。女主他们得为被告公司辩护，坚称公司考虑各种方案后选择了最高效的方法。这个案子跟性别歧视无关，打官司的第一步，先彻底弄明白对方的情况。阿金是副经理，小美是代理职员，他们俩都是公司的优秀员工。对手律师是小刘，独立开业，专攻法律界，专注处理女权案件，不少案子都挑起了公众热议。特别指出，小刘胜诉率奇低，双方律师初次出庭，调解员是大刘，曾是脱北者案的检察官，喜提问他人家事的长者。眼镜哥开场就说，两律师入庭前，小刘在门外抗议，可疑干预，审判公平。小刘反击，抗议是他的风格，不会干扰判决。双方开场就剑拔弩张，法官及时制止。韩国很看重家世，注重姓氏和族谱，辈分是讲究的事。大刘一般都遇到晚辈，没想到论起辈分，大刘得叫对方阿姨，这是血统上的碾压，简直是辈分升级、口头较量的过程。小刘的言辞锋利，处事坚决果断，给主角深刻印象。几日后，首轮开庭，证人是经理，原告律师发问。经理谈话中多次发出威胁言论，表面上方案看似保护女性，实则霸道压迫女性员工。经理认为自己只是分享观点，个人看法与公司无关。小刘早预料到经理的推诿，个人观点影响公司决策本就不当。你觉得呢，小直？法官做出了公平裁决，小刘防守立场得当，经理代表着米尔生物，不能推卸个人责任。现在换被告方出示证人，证人是在职员工丽丽。丽丽坚称公司方案并无性别歧视，丽丽与丈夫皆在同一公司工作，丈夫是自愿离职的。同时，公司对自愿离职的员工会发放相当于13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还会将他们转为合约工。这一消息的补充很及时，可以看出公司的人性化决策。接着轮到小刘提出犀利的反问，他一上来就问到点子上。小刘对丽丽的背景了如指掌，丽丽的丈夫患有大肠癌，在丈夫手术前的1个月，丽丽得到了1个月的带薪假期。对于正大规模裁员的米尔公司来说，这样的待遇显然不同寻常，因此有理由怀疑丽丽的证词可能是和公司利益挂钩的。在首次开庭时，小刘准备得非常充分，原告的辩护占据了优势，丽丽作证可能涉及利益输送，心里可能感到有些愧疚。是阿金2人找到了她，作为女性，她们理解丽丽的困境，她们表示理解丽丽的无奈，并不会因此责怪她，希望她的丈夫能够顺利度过难关。阿金还想安慰丽丽，提议一起去吃鲷鱼烧，临走时甚至还特意给大家带了份。此时女主注意到了一细节，小美包上挂着一个金鱼尾巴饰品。在回律所的路上，女主无意中看向窗外，恰好在出租车上看到了相同的鱼尾图案。女主想跟上去看个究竟，可是明宇等人似乎并不关心。此时宠妻狂魔模式开启，她踩下油门，在车流中穿梭，这一切洋溢着幸福的感觉。最终那图案是某家专注女性疾病医院的标志，那家医院专治不孕症。那天晚上女主没停手，继续翻阅案件资料。假如小美真的不孕，而且正在接受治疗，那她辞职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就在这时，明宇敲响了房门，男孩决心要遵守和太守美的约定，用小手段让女主离开。明宇特意拿来一份文件，女主对工作的热情完全消失了。原来米尔公司的裁员计划是汪洋出的主意，公司的法律顾问明确写着，其实就是想开除女性员工，米尔借并购的名义打算裁掉上百名员工。为避免负面评论，裁员计划必须做得很严密。汪洋于是提出，表面上要做足功夫，避免被认为是性别歧视，离职员工要得到一笔补偿，然后再把他们转成合同工，把这当作是给离职员工的特别待遇。那些得到补偿的员工，在法律上可以宣称是自愿离职，所有环节紧密相连，几无漏洞。女主的价值观受到了重大冲击。说到底，小刘才是这场官司中的正义之声，那些顶级律所放弃的道德，一位独立律师却坚守着。而作为韩国排名第2的律所，居然指导人们如何用法律漏洞剥削女性。女主不能仅为了赢而揭开小美不孕的伤疤，这样做太卑劣了，完全违背了她成为律师的初心。边谈边听，眼镜哥又开始严厉地训斥女主，
女主太固执己见，完全忘了作为律师应有的职业操守。律师的职责只是保护客户的利益，尽全力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至于世界的爱与和平，那是法官该考虑的事情。翌日，女主和男主一起去了水族馆，没想到门口竟然有人在抗议，海豚应当自由游弋大海，而不是作为表演工具取悦观众。女主这时候表达了自己的迷惑，男主耐心解释，因为费用不菲，顶级律所的客户多是富贵人家，这就导致律师很难拒绝这些案子。但这不意味着汪洋没良心，实际上大型律所更加积极地参与公益案件，他们每年都会无偿处理许多此类案件，一方面是为了生计，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内心的理想。女主心头的困扰，不少律师也曾感同身受。最后，女主肯定能找到心里的答案，而无论她怎么决定，男主始终支持她。开庭的第二天，证人是小美，女主用文件遮着脸，因为她不得不在法庭上揭开小美的伤疤。女主揭露了小美不孕的事实，四周立刻响起人们的窃窃私语。去年，小美经常请假，她连续几个月都提前下班去做试管婴儿治疗。小美本来就计划备孕，所以主动辞职对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辩护方提出怀孕必须离职，这个辩护立场，实际上女主也是在从高位上歧视，这与她内心的信念相违背，这使得女主的身心都感到极度不适。那一刻，小美就像被剥去了外衣，她满眼的泪水无法言表，情势开始逆转。第二回合一结束，小刘找女主聊了起来，律师得有职业操守，同时也得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眼镜哥那番话仿佛大多数人对生活的妥协，但按小刘的理解，他一当上律师就决心要和正义站在一起，因此他自己开了个工作室，专门帮助女性发声。对小刘来说，胜诉率不是最关键的，更重要的是他帮那些无声之人发声，把那些微小的声音放大，让更多人听到。此刻明宇看到他们俩交谈，就开始告密。明宇本来就想找女主的把柄，这回觉得自己抓到机会了。那天晚上，明宇溜进女主的办公室，找到了米尔公司对汪洋的法律诉求资料，加上女主的名片，寄给了小刘的事务所。第三次开庭了，原告律师宣称他们收到了匿名人士提供的证据，这份证据显示米尔公司的确在方案中性别歧视。小刘准备提供证据，明宇满脸期待，但他的笑容很快就僵住了，因为小刘展示的证据是经理的记事本，而不是明宇陷害女主的那份资料。从记事本来看，去年4月，米尔特别提出了针对女性员工的裁员计划，这直接证实了性别歧视的存在，这对女主很不利。眼镜哥马上反驳，主张当事人并不知情，记事本是非法获取的，不能当作证据使用。女主一时情急，本想用知识来反驳，却忘了关掉麦克风，这下倒好，反而帮了小刘大忙。米尔的性别歧视问题坐实了，原告一方欢呼雀跃。同时，小美在不动声色地向后面示意，原来是这样，内鬼原来是公司的丽丽。在小刘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这个行动，一起反对米尔公司的不公平解雇。米尔的裁员问题再一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几天之后，宣布了最终的审判结果。没有人能想到，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驳回了原告的所有诉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自己承担。米尔的裁员计划只是让夫妻双方中的一个人离职，并没有明确指向女性，所以不存在性别歧视，因此判决性别歧视指控不成立。这个判决让公众非常不满，真是遗憾。这个方案完全是依据法律制定的，虽然抛开了道德考量，但确实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瑕疵。不仅如此，米尔公司显然打了一盘大的棋局。他们早就预料到裁掉这么多人必然会引发诉讼，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决定把所有责任推到经理身上。这个男人即将面临被解雇，为了牺牲近100人，只牺牲一个经理，这场战役大家都输了，唯独米尔公司赚足了眼球。在庭外，大家对小刘的评价非常高，小刘公开宣称他会继续为那些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小刘举行了庆功宴，甚至邀请了女主和秀妍一起参加。小刘的办公室虽小，东西虽然乱七八糟，但是留言板上贴满了鼓舞人心的留言，看起来令人振奋。这时候，小刘拿出了明宇寄来的包裹，这些证据如果使用的话，会大大增加案件胜诉的可能性。但小刘并不打算利用这些来出卖女主。女主看到这些资料后非常震惊，立刻进行了否认。小刘马上明白了，看来汪洋公司内部情况很复杂，女主还是要多加小心。在天台上，他们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朗读诗歌，微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感觉既愉悦又放松。律师和委托人跟朋友一样随意地聊着天，女主好像找到了心里的答案。在另一侧，眼镜男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掌心出现了一片鲜红的血迹。女主在家里接到了房东的委托，这是一宗不同寻常的案子，回收的金额只有3000韩元 ，RMB15。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房东大叔带着女儿去度假，他们经过一个收费的单行道，需要支付3000韩元的通行费，不付钱就不让过。收费员是这么描述的：这条路会经过一个叫皇帝寺的旅游景点，参观需要交纳费用。争执的原因很简单，收费站就设在一个交叉路口之前，
而寺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房东根本就没打算去寺庙，却被要求必须支付观光费。这起案件涉及的金额虽小，只有3000韩元，但老先生并不是在乎这点钱，他需要一个合理的收费解释，只要理由合适，就算是3亿，他也愿意付。被迫交费确实让人感到不快。皇帝寺位于济州岛，女主必须亲自去那里调查一番。女主请求眼镜男批准出差。通常情况下，对于仅3000韩元的小案件，眼镜男不会太放在心上。但这次，眼镜男异常的提议全团队一起出差。闺蜜得知了女主他们的行程，毫不犹豫地拉上老板加入了旅行团。如果能一起出游，就有机会跟明宇小哥哥接触。最后成了3女1男的行程。男主、闺蜜、老板7人一起踏上了前往济州岛的旅程。更荒谬的是，眼镜哥穿着正装，却完全有出游的风格。不对劲，这反差让大家都愣住了。公费出行只能选商务车，店长豪爽地租了篷车。眼镜哥回头率极高，花衬衣搭配敞篷车，简直绝配。不行，我要坐那辆车。路上风轻拂，树影婆娑的小路，闺蜜和老板俨然成了绝配，放声唱歌，让人心情大好。就在这时，眼镜哥似乎被景色触动了心弦，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另一方面，到了皇帝寺，果然被挡路，秀妍偷偷地录了起来。男女主引诱对方多说了几句，果然如此。收费员态度极差，直接摊牌了，不管你是否来参观，走过这条路就得付费。因为道路是单行，没法掉头，最终只能被迫交钱。证据收集完毕，正好到了吃饭时间，眼镜哥推荐了一家当地知名面馆，名为幸福汤面。济州岛的方言里，形容美味就是浓油赞香，他们的猪骨汤底是秘制的，确实值得这样的夸赞。众人期待满满的赶到，结果看到店面满是蜘蛛网。从告示来看，店铺已经关了好一阵子，幸好附近有另一家店，名叫幸运汤面，饱餐一顿是当务之急。走的时候，女主突然注意到眼镜哥眼里的依依不舍。不久之后，济州岛的法院开庭了，原告是个房东老头，被告是皇帝寺。女主他们拿出了之前拍的录像，视频里面的收费员特别强硬，完全不讲理。女主正要站起来辩护，忽然觉得背后一阵发凉，在佛祖面前都不敢乱说话，更别提这是别人的地盘。女主只好委婉地说自己的观点，收费站的位置设置的不合理，为啥不在路口设收费站呢？被告律师坚持自己的说法，认为寺庙收费没问题，按照政府的规划，分岔口外的就是汉白山了，那块地都是皇帝寺的。308这条路最开始就是为了游客方便，所以这条路上哪儿收费都合情合理。双方争论不休，法官决定改天再开庭。第一次开庭结束，寺庙的主持请他们去参观，正好今天有地藏王菩萨祈愿仪式，沐浴声清脆，和尚们低声念经，现场把闺蜜的街舞灵魂唤醒了，引起了不少笑话。主持人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解释了祈愿仪式的来由。原来建308路的时候砍了好多古树，路修好后常常发生车祸，野生动物也遭了罪。地藏王菩萨祈愿仪式就是为了安抚那些亡魂。那天晚上，大家熬夜准备第二次开庭的材料，眼镜哥突然叫大家停下来享受生活，竟然是眼镜哥带头放松。这个变化让大家都觉得奇怪，好像从来到济州岛起，眼镜哥就变了个人似的。那时候没人注意到眼镜哥脸色苍白，除了眼镜哥的异常，秀妍也心烦意乱。他有机会更了解明宇，发现他生活中的真实样子，他帮他搬行李，下意识地保护他，发生了身体接触，在寺庙庄严的场合里闹着玩，甚至担心他晚上买的东西太重，主动提出陪同。就在那时，明宇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秀妍能感觉到他情绪的大变。明宇家里出了事，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其实很羡慕秀妍，他的父亲是高级法官，为他铺平了未来的道路，而他得拼命工作才能留在律所，这样才能承担家中的医药费。生活的重压迫使他迅速成熟。在那一刻，秀妍开始另眼看待他。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喝得酩酊大醉。眼镜哥首次讲述自己的过去，这解释了济州岛对他有何影响。眼镜哥30岁那年结的婚，蜜月旅行选在了济州岛。那时候他总是忙于工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总是把妻子放在工作之后，造成妻子经常感到孤独，最终在8年后提出了离婚。眼镜哥再三提醒后辈，如果有人值得珍惜，别走他曾经走过的路。那个晚上，小金鱼被客厅的闹钟吵醒，偶然看到眼镜哥捂着肚子，看起来痛苦万分。新闻播着太守美的竞选情况，明宇故意调大声音试探，女主没有反应，因为她今天有件大事去见男主的姐姐。女主全力以赴想留下好印象，但姐姐立刻看出了女主的与众不同。趁女主去洗手间，姐姐和男主发生争吵。男主该找一个能让自己幸福的人，而不是需要照顾的人。屋里，小金鱼听得清清楚楚。开始第3次庭审，眼镜哥脸色越来越白，开始身不由己的抖起来。轮到女主这边反劫对方。就在这时，眼镜哥突然昏厥了，众人立刻陷入混乱。医院检查后发现，眼镜哥患有3期胃癌。女主脸上毫无表情，即便是做手术，复发的可能性依然很高。
5年生存率只有30%到40%，眼镜哥只好在后台提建议，具体的案子得交给年轻人来扛。出院后，女主偷偷和伙伴们商量，幸福汤面可能藏着眼镜哥与妻子的回忆，那么分头去找面馆的店主，让眼镜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重温那个味道。大家分头行动，侦查后发现，幸福汤面原是母子开的，居民们都很喜欢这个味道，却不知为什么突然关门了。幸运汤面给出了原因，幸福汤面是模仿他们的，但味道远不如他们，因为所有客人都被他们吸引过去，所以对方只好关门大吉。正当店主抱怨的时候，男主突然发现后厨的师傅不高兴。那天晚上，男主跟踪那位师傅，意外看到那人走进幸福汤面的后院，师傅主动坦白，他曾是幸福汤面的学徒，后来被幸运汤面挖角。说到底，幸福汤面才是老字号，幸运汤面通过恶意竞争，还搞起了网红打卡，渐渐挤压老店生存空间。当店铺关门后，老板曾说要去一个景色美丽的地方休息。那个晚上，伙伴们一起回顾搜集的信息，女主突然有了个想法，她第一次去到那个老面馆，注意到门前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信，一个叫做山水的疗养院，那里有山有水，很可能就是老板曾提到的那个地方。第二天，男女主一起去了疗养院，前台透露了一些消息，只有老板的妈妈住在这里，她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不能正常进行对话，老板每月都会来探望一次。老板昨天才来过，这个月内他应该不会再来了。搜寻没有结果，寻找老板的计划只好暂时放一放。不久，第3次的法庭审理就要开始了，理由很简单，当时的寺庙强烈反对修建道路，因为这将导致许多生灵丧生，收费是为了减少人们出游，这样能减少人流，动物们就不会频繁出现在道路上发生事故，这也算是一种善行。至于赚钱的事，寺庙从没这么想过。老住持的气度压过了女主他们，没辙了，只能等法庭结束后去问问眼镜哥。在医院这边，眼镜哥的前妻从首尔飞回来，到了济州岛，前妻责问眼镜哥为何留在济州，为何将手术日期推迟这么久，为何还坚持工作。就在这时，女主进来讨论工作，前妻的回忆被勾起，她坦白说，从恋爱到结婚确实有爱，但伴随着的是更多的痛苦。眼镜哥总是沉溺于工作，忽视了她的感受，让她感到非常孤独。在这时，女主突然想到男主那温和的笑容，如果他们在一起，男主的家人可能会不理解，他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忽略了男主的感受，那么男主会不会像前妻一样感到孤单？他确实很喜欢男主，但他的存在真的能给男主带来幸福吗？经过深思熟虑，女主决定第2天提出分手。刚刚还是恩爱的小两口，怎么一下子就说要分开了呢？男主头一次体会到，对于他而言，女主有些陌生，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懂他。男主心想，难道是女主没能在海边看见海豚？他不经意间说了一句，眼前的所有并不全是实际的，海豚在海底啊。正是这话使得女主突然有了灵感。在看望眼镜哥的过程中，眼镜哥提出了他的看法，皇帝寺是著名的文化遗产，其门票收费是依法规定的，法官不可能违背法律帮助某个人。要改变现状，女主必须从法律角度着手。女主脑洞大开，开始全神贯注的思考，刚刚还提出了分手，却一句解释也没有留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这时男主也感觉到，他和女主之间似乎有一堵看不见的墙，他们可能真的不是同一个世界的，自己好像永远都融入不了女主的世界，忽然觉得有点孤单。这边终极审判开始了，女主的辩词很简洁，308号本质上是公共财产，它不过是一条道路，道路的建设本是为了让大众通行方便，不能确定原告真的有参观行为。最后原告赢得了最终胜利，售票亭永久性关闭了。男女主之间气氛变得怪异，秀妍得知两人刚分手，她主动把他们安排到不同位置。明宇陪男主喝酒直到醉倒，闺蜜带女主去 KTV 唱失恋歌曲。就在这时，明宇体贴的帮秀妍换了杯子，里面有虫子。今晚的焦点是秀妍俩，男主已经喝得烂醉如泥，秀妍鼓起勇气说出了心里话：你怎么突然对别人这么好了？给人换酒杯，照顾我，还给路边老奶奶买花。就在这个时候，女主他们回到了旅馆，闺蜜正好目睹了这一幕，瞬间感觉自己失恋了。今晚无人入睡，我们唱到天明。第2天，明宇不知道怎么面对秀妍，两人默契的装作忘了昨夜的事，像平常一样相处。皇帝寺的案子完美落幕，眼镜哥也出院了。在离开济州岛前，大家决定再去拜访主持。眼镜哥深知道路免费了，可能会对文化遗产有损害，眼镜哥提出让汪洋律所来帮忙。律所里有处理政府关系的部门，专门帮忙争取权益。道路收费的问题，寺庙自己承担不公平，汪洋愿意代表寺庙向政府争取经营自主权。这提案正合主持心意，眼镜哥轻松拿到了这个委托。吃斋的时间到了，一碗简单的素面，眼镜哥突然觉得味道熟悉，这面的做法和调料放置和幸福汤面的味道几乎一样。眼镜哥的话让女主恍然大悟，所谓的风景这边独好，在济州岛
皇帝寺还有哪里能比得上呢？果然如此，那位负责供养的僧侣正是幸福汤面店主。女主了解了店铺关闭的真相，马上表示愿助店主进行上诉。幸福汤面遭受不公正竞争，对手还抄袭了店名，挖走了员工，甚至获取了汤面的秘方，因此店主有权要求赔偿并重启生意。经过大家的劝说，店主决定重开店铺，不能让传承的技艺中断。临走之际，大家如愿品尝了幸福汤面，眼镜哥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眼镜哥因病休假，小金鱼迎来新主管阿准。与此同时，新案子也来了。案子的背景是这样的，委托方是韩国顶尖的罗温集团。前几天，罗温的资料库管理员邮箱被黑，黑客假冒亲人身份发邮件给管理员，在附件名称上花了不少心思。这种含病毒的文件，连360安全软件都无法识别。目前黑客仍未被抓，警方调查显示，很可能是北韩侦察总局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罗温的资料库存有80%韩国民众的信息，这是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因为数据泄露规模巨大。管委会对罗温开出了3000亿的罚单。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温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者，但因为未能保护好用户数据，必须面对3000亿的罚款，这是确实有些冤枉。但管委会认为，资料库被侵入时正与终端相连，黑客甚至不用账号密码便可轻易入侵。罗温未在资料库设置超时登出，所谓的超时登出是指设定时间后自动断开后台连接，因此罗温必须对这次商业事故负全责。阿准对这个案子充满信心，企业数据泄露在韩国并不新鲜，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但这么高的罚款还是头一遭。曾有个电商网站数据泄露，罚了7000万韩元；一个通讯公司泄露了近1000万数据，罚款只有1亿韩元。罗温泄露了将近4000万个数据，按这个比例算，应该罚4亿韩元，3000亿可能真的多了3个零。况且泄露的数据没那么严重，不是4000万人的财产受损。管委会打官司从没赢过，这种政府机构雇不起顶级律师，这场官司阿准觉得自己必胜。在另一方面，离开了宠爱他的上司，女主开始体验普通实习生的苦楚，到处引用规章。小金鱼总是吹毛求疵，遇到了不讲情面的严厉老板，结果只能沉默。开庭那天，原告律师指出，3000亿韩元足以让企业破产，被告方过度并滥用权力。对方律师立即反驳，根据最新的法律，管委会可以处以不超过销售额3%的罚款。罗文年销售额是30兆3000亿韩元，理应被罚9000亿韩元，只罚了3000亿实属宽大。而且罗文泄露了全国80%的民众信息，直到现在，罗文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倒在计较罚款的多少。这种态度有问题，论点充分，讲得通。第一轮辩论，阿准输得很惨。阿准急忙回顾了整个事件的原委，本来超时未处理的情况是要罚款的，这种迟延处罚顶多是3000万韩元，但问题是因为没有设置超时机制，最终导致用户信息泄露，这就涉及到按销售额3%来计算罚款的范畴了。简单的说，如果能证明即使有闲置时间，黑客还是可以破解进入，那么只需支付3000万的赔偿。这时候技术员揭示，黑客的邮件里含有键盘记录器，能轻松获取账户密码信息，所以即便门户紧闭，小偷仍能轻易盗取家中财物，因此因果逻辑不成立，官司还有翻盘的机会。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由于信息泄露，用户们正准备集体起诉。死敌泰山决意帮助用户合法维权，4000万的客户群体，每人至少索赔10万韩元，总共需要赔偿高达4万亿。可以说，汪洋所负责的黑客案件对后续的用户维权有着巨大影响。一旦阿准败诉，用户更有可能赢得那4万亿的诉讼。罗文的创始人裴先生私下接触了阿准，提到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是他的校友，这是否意味着有转机？阿准立刻领会，那晚便安排了一个饭局。然而法官不想因此影响自己的退休生活，直接拒绝了并离开了。第二天，第二轮庭审开始，秀妍尝试用因果关系逆转局面，对方律师却早已预料到阿准的辩护策略，指出罗文数据泄露发生在1月19日，那时信息通信网法已经完成修订，在修订前，如果企业没有设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就应该被罚款。而修改后，不论信息是否泄露，只要没设保护措施，都应受罚。这意味着黑客攻击只是个触发点，罗文本身就有未解决的问题，并且需要被处罚。在第二轮对决中，秀妍败下阵来。这时候，坐在原告席的裴先生坐立不安，面对罚款、集体诉讼和巨额赔偿，创业时的客户第一承诺变得苍白无力，却也挡不住黑客的恶意侵袭。现在还背上了泄露个人信息的不光彩名声，只剩下以死明志的选择。他选择了吞毒自尽，当庭自杀的举动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好在及时被医生抢救，裴先生从此陷入了昏迷状态。但自杀未遂的新闻还是吸引了成群的记者。阿准吩咐主角将车开到正门，打算借此摆脱记者的纠缠，迅速进入车内。紧接着，老狐狸阿准出场，
女主他们成了冲在前线的小兵。阿准机智地穿梭在人群中，径直向男主靠近，把女主和其他2人留给了围追堵截的记者。之后，3人在老板的餐厅里郁郁寡欢。这时候，秀妍突然说出：“要是黑客能早一天入侵就好了。”提早一天，女主的脑海中灵光一现，情报法在1月19日进行了修订。黑客发送的邮件是在18日晚上11点14分，而负责人在48分钟后打开了那封邮件。严格来说，黑客的攻击发生在情报法修订前的最后一天。女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阿准，但阿准并不像眼镜哥那样轻易接受。这个时间差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玩笑。虽然黑客的入侵确实在法律修订前，但客户信息的泄露是在新法生效后发生的。女主快速而坚定地争辩着。下一秒，阿准再次爆发出怒吼：“一名不到1年的实习生，凭什么指挥一名资深律师？从现在开始，女主被排除在这个案件之外。”秀妍准备离开，却被明宇拦下。男孩冷静地分析，并不是每位律师都像眼镜哥那么好相处，我们能做的就是配合，并且适应环境。女主是个天才，大家可能会理解这是怪才的坚持，但我们只是平凡人，不能变成那个不合群的后辈，否则将没有人愿意与我们合作。男孩的冷静分析让秀妍平静了下来，说得对，可你为啥就不能糊涂一回呢？就因为你觉得那是对的，就去冲动一把？明宇满脸困惑，我干嘛非得做傻瓜？因为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开庭第3天，阿准在法庭上节节败退，甚至说不出话来，一筹莫展。就在这时，秀妍未经许可提出了时间差的概念，这招让对方律师措手不及。阿准小声嘀咕，让厅里安静。秀妍显然有点支撑不住。关键时刻，旁边的男孩勇敢站了出来，速度放慢，这是明宇本季的亮点时刻。法官对这个新论点很感兴趣。第3轮，秀宇 CP 完美胜利。深夜时分，汪洋代表萱姐找到了他父亲。现在是时候了。太守美在竞选关键时刻，女主不得不出这张王牌。为了避免麻烦，萱姐希望父女俩能先躲一躲。另一边，在一座别墅里，一个男孩正在玩手中的魔方，密切关注着罗恩的新闻。当听说裴先生在庭上自杀，男孩脸上露出几分不安。下一秒，熟悉的面孔出现了，崔尚贤是太守美的儿子，女主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得不说，太守美的基因实在强大，一样的强迫症，一样的海苔卷，一样的天才少年。不同的是，弟弟是个天才黑客。太守美被儿子震撼的消息吓到，冷静下来后，太守美表示会处理这件事。男孩想要自首承担责任，太守美马上制止了他。竞选的重要时刻，绝不能让这件事有任何影响。男孩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母亲的弱点，但可能母亲始终都是脆弱的。在另一边，成功搞定了3000亿的巨额赔偿。接下来的对决是汪洋与泰山之间的秘密较量，萱姐亲自给阿准他们的小团队提供指导，一定要赢得这起集体诉讼案。阿准巧妙利用时差，在对手律师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攻击，这对集体诉讼案非常有利。阿准也不害羞，直接接受了这个成果的荣誉。最终，由于裴先生的状态不佳，罗文决定任命金先生为现任代理人。集体诉讼案要与金先生建立良好合作。开庭前夕，明宇找到了太守美，现在是女主离开汪洋的绝佳时机。前上司不再是她的依靠，新上司处处刁难，办公室恋情也宣告结束。明宇这次找太守美是为了告诉她，他决定放弃。他也希望能像个傻瓜一样，为了某个人而活。时机一到，太守美立刻采取行动，当晚就让人传话给女主，只要女主同意，在美国的生活绝对会比现在好。有名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双倍薪水，还有专业的心理治疗支持。女主回家与父亲商量，父亲却提出了另一个选择，接受萱姐的建议，暂时停止工作去度假。神仙争斗让普通人遭受牵连，女主很不理解，明明一直没有得到过母爱，母亲一出现就带来破坏性的冲击，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要受到完全无关的人的影响？第2次诉讼案的第1次开庭，泰山方面率先发起攻势，因为没有及时设置空闲状态，罗恩被罚了3000万，甚至在数据泄露后的应对措施也做得很糟糕。正常情况下，企业应该立即报警并上报信息，但罗恩整整1个月后才向公众客户说明了情况，态度恶劣，民情难平。第1轮较量，汪洋败下阵来。结束庭审后，女主意外地遇到了一个神秘人物，她的弟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第1次的见面居然讨论的是是否会进监狱。弟弟详细叙述了整个事件。罗文是金先生和裴先生一起创建的，公司日益壮大。裴先生只关心业绩，技术开发却置之不理。金先生想通过黑客攻击让裴先生重视技术开发，所以金先生请弟弟进行黑客攻击。金先生承诺，个人信息泄露最多赔偿1亿，这对公司未来是件好事。弟弟在获取用户信息后，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加密处理。金先生之后用各种借口让他解密，弟弟感觉事情不对劲，并没有同意。弟弟后来在新闻上看到裴先生为了证明清白自杀，弟弟感到内疚，决定投案自首揭露真相。但是太守美的势力太强，警方已受太守美控制，只好找到他从未见过面的姐姐。
弟弟展示了一段自己的认罪视频，这段视频能彻底摧毁太守美的政治生涯。弟弟毫无保留的全部说了，但忘了一件重要的事：金先生是委托人，女主无权揭露金先生的罪行。弟弟略感失望，他原本以为他们的母亲是个有原则的人，即使儿子犯错也会站出来指责，但最终出生于有钱家庭的他，当涉及到利益时，丑陋的一面就展现出来了。又是一场正义律师和不败律师之间的对决，即便有之前的梨花米尔案作为参考，女主仍然难以做出决断。眼镜男给出了建议，在维护正义与保护客户利益之间取舍，是律师职业的永恒难题。作为法律界的工作者，眼镜男选择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但是小金鱼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因为你从来都不是个普通的律师。最后，女主决定公布真相。萱姐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视频，阻止不合适的人担任法务部长。泰山集体诉讼案也会变成笑话。想象一下，表面上热情接案，背地里却是问题的根源，民众成了选举的筹码，这会引起多大的风波？但问题在于，如何既保护客户利益，又揭露真相？两头兔子要怎么同时追？此时，女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金先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他代表的罗恩公司是两个不同的实体。汪洋只是法人罗恩的代表，而非金先生个人的代表。简单的说，我们的客户是罗恩公司，而不是公司的代表金先生。罗恩的利益与案件真相并不矛盾。更重要的是，弟弟已经把客户资料加密，实际上并没有造成损害，这就是抓住了一只兔子。萱姐立刻明白了，马上联系了媒体。相较于私生女的新闻，现任儿子的新料更加劲爆，决定让女主来进行最后的辩论。第二轮辩论开始，在清场后，主角团发布了弟弟的认罪视频，视频直指金先生。金先生立刻暴怒，他声称自己才是客户，但很遗憾，半小时前裴先生苏醒过来，并且在股东会上撤销了金先生的职位。这意味着站在被告席上的金先生已不再是我们的客户。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所以金先生和汪洋之间的委托关系没法马上结束。此外，视频的真实性还需要核实，女主他们得再出个声明，关于金先生是否清白，得交给相关部门去调查。第二轮辩论，案子似乎没啥进展，但天平已经不是那么平衡了。与此同时，弟弟突然发消息来说自己不能来作证了，因为妈妈已经安排他去美国了。萱姐早就准备好了，本来给你机会自首，你不珍惜，那我们就来辩论好了。视频一曝光，舆论就会倒向我们，太守美就别想翻身了。一旦视频曝光，弟弟就会被当成是逃避罪责，还会失去自首的机会。女主说她会劝太守美让弟弟来出庭认罪。这边司机男主来了，两人直接冲向国会。太守美忙着听证，见不了面，在等待的时候，终于两人有独处的机会了。男主被小金鱼的勇气所感染，本来想说好几次了，每次都没鼓起勇气，现在一直压抑的情感终于爆发了。男主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我好像喜欢上了一只猫，有时候猫让人感觉孤单，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幸福的。关于金鱼的知识，奇奇怪怪的约会清单，57秒的牵手，碰牙的吻，随时都有的异想天开，带星星的眼睛，比起孤独，这些幸福触手可及。所以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一句不要分手，马上点亮了男主黑白的世界，那笑容就像是最灿烂的彩虹，沉寂已久的心突然被唤醒了。国会那边，面对眼前这位母亲，小金鱼心里五味杂陈，许多个日夜羡慕着别人温馨的家庭，也曾无数次想象过母亲的样子，真正出现时却可能摧毁他现在的生活。期待了20多年，结果却是个不友好的人。母亲都是这样的吗？女主犹豫着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从熟悉的小金鱼说起。迷路的一角鲸误闯陌生海域，遇到了陌生的海域和不熟悉的白鲸们，因为与众不同而被排斥，但一角鲸还是在努力适应。尽管它古怪且危险，但它独一无二且珍贵，偶尔也会遇到美好的事。这些就是一角鲸的生活。故事虽平淡，却触动心弦。作为母亲，太守美没能守护好这个迷糊的一角鲸，那么请允许弟弟来出庭作证。一角鲸的悲剧或许已定，但白鲸还有希望。白鲸总相信有个好母亲，那个每次犯错都会严加指责的母亲，而非那个只顾自己利益，对孩子的错误视而不见的人。拥有好母亲是所有鲸鱼的愿望，显然一角鲸体会不到了，但白鲸还有可能。太守美并未直接回应。此时此刻，女主伤痛欲绝，宛如孤独的一角鲸自我疗伤。1个小时后，浩瀚的海洋迎来了3名特别的客人，他们是来传达法庭见证人注意事项的： 1. 要求见证人不能制造恐吓氛围； 2. 在法庭上不许提到太守美的名字，由女主负责询问。原来那位鲸鱼母亲终究还是被一角鲸的真诚所打动。第3个回合，在太守美的凝视之下，女主的提问流畅而有力，弟弟坦白了一切，主动认错接受惩罚。第3轮较量，一角鲸赢了。事后，太守美主动退出了竞选战，在聚光灯下，她摒弃了一直追求的个人利益，选择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在远处，那双紧盯着太守美的眼睛同样选择了释怀。
这次我饶了你。结局，金先生被依法逮捕，幸运逃脱的罗温立刻升级了保安措施，以防万一。海洋里最有爱的小团体欢庆，父亲的上司出院了。看着眼前这位努力进步的新人，眼镜男心中充满感慨。尤其是小金鱼，虽误闯他人领域，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存力，成长了许多。但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归大海时，眼镜男犹豫不决。那片海洋属于更年轻的你们，对我而言，人生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久后，小金鱼兴奋地开始新的一天。从今天开始，他正式成为了大海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那熟悉的饭团，吃起来却有了不同的味道。他的情感表达似乎变得不够用了，至于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看着女儿兴高采烈的样子，老父亲终于可以放心了。在地铁上，小金鱼不再感到紧张和局促，他开始享受融入喧嚣环境的感觉。与此同时，那些熟悉的金鱼再次来到他身边保护他。看好了，三角、春三福、顺江豚和小虎鲸也加入了队伍。从现在开始，小金鱼终于不再是一个人。同一个地方，他们又见面了。一眼望去，就见到了男主。小金鱼突然明白自己的心意，没错，就是喜欢。